是要第12年，全国召到，玄天宗开启10年1度的弟子招募大典，凡属赤云王朝之子弟，年岁未满18春秋，无论出身贵贱，无论男女，均有资格参与此次比赛。次日，历时月余的大规模选拔落下帷幕，赤云国共甄选出108名杰出少年，他们将踏入那传说中的仙门。耀哥，等等我，这也飞太高了。天玄山已至，贫道去请宗门之士下山，各位赤云子弟在此等候，切莫到处走动。妈呀，终于到了，在天上飞的感觉也太刺激了。它就是仙山嘛，好一个钟灵毓秀之地。这天玄山最明显灵气逼人，可细细观之，却是阴气凝结，犹如乱葬岗的阴气大凶之物。耀哥，你看，这明明是三伏天，一到这天玄山却感觉凉飕飕的呢，这修行胜利果然不一般啊！稍微顶着点，且让本座来掐指。这特么多神器以后诸位就都是同门了，此等缘分不得不珍惜。鄙人张三，祝各位师兄弟师姐妹道途顺利。成仙成个屁！呵，这次选出来的孩子质量都挺高的。小娃娃无需言谢引入仙门之恩，毕竟我等也不是仙门。各位，欢迎来到玄天魔宗。仙长，不管玄天宗是何根脚，弟子都仰望本宗啊！求仙长。别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一定跟紧我。耀哥，你啥时候力气这么大了？咱们就暂时待在这，别担心，这100多号人呐，就9头老虎，怎么找也躲不了这帮畜生。耀哥要拉他们一把嘛，万万不可多管闲事，且记住尊重他人命运。小二，你有点太生硬了。那少年，我拉他一把，似乎能得到一些妙处。耀哥，你刚才不是说要减少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吗？话又说回来，社会还是要多些温暖，多点爱。在下李康，谢谢这位兄弟搭救。耀哥，再多给社会一点温暖嘛。这人救不了。耀哥，我的家乡有一招屠虎绝技，习得此技除恶虎如虎。滑铲。你既然厉害到能杀老虎，你为什么之前一直冷眼旁观？再说一遍，救不了他，现在开始不准再说话。完了，妖道出手了，这下是真的死定了。贫道看到了什么？一个不到15岁的娃儿竟然杀了一头长虎！小鬼，你做了什么？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想走，路就在脚下。很简单，我成尊不就是了？早岁已知世事艰，仍许飞鸿荡云间。一路寒风深如絮，令海沉浮刻独行。千磨万击心铸铁，殚精竭虑铸一剑。今朝剑指叠云处，练骨练人，再练天。装神弄鬼。我在等时运，而你又在等什么？玄天魔宗竟敢行此血迹勾当，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你看，时运，他来了。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玄天宗的事你也敢插手？别跟他废话，我们一起上。
聒噪。得救了，耀哥，我们得救了。多谢仙长大恩相救。邪修真当该死！你们是哪家的孩子？禀仙长，本座是……我们是赤云国的子弟。我等参加了仙门选拔，却被带入了魔门，如此这般。敢问仙长尊号是？可怜的孩子，现在无事了。我叫云梦，此件事了，我会送你们回家。回个球啊！本座是来修仙的。云梦仙长就是这次求仙的仙缘所在，此刻仙缘已至，万万不能放手。云梦道长有所不知，我们是被赤云国特意选出来送到这魔门的，朝廷上下怕是早已和魔门串通一气。若是我等回去，恐怕处境堪忧。大慈大悲的仙长，收下俺们吧。我从没招募过弟子，也罢，我带你们回去。不过在此之前，何人敢闯我天玄魔宗？哼，魔修当诛！这女人什么来头？3位长老全都被杀了，可恶！仙女饶命，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宗门倒闭，不要为难员工啊！什么妖言妖语，受死！耀哥，你在干嘛？小二，你帮我一起找，他们身上应该有一种小袋子，或是戒指什么的，都找出来。此魔宗的为首的魔头已被我诛灭，也算是替你们报仇了。他应该是首领吧？孟仙长，这应该是那些妖道的储物袋，请仙长收下。剩下这个是个杂毛筑基的储物袋，本姑娘看不上，你若要修仙，对你却有不小的帮助。谢过云梦仙长。走吧，我带你们回宗门。卧槽牛掰！修真界宗门不计其数，多如繁星，我们玉虚山便是其中日月，实力底蕴可是无比的雄厚。修仙界5大顶级宗门，万仙盟5大常任理事宗，我玉虚山便是5绝之一。没想到开局就是如此顶级，看来拜入仙门一事仍有变数啊！我尚未出师，没有收徒之权，只能将你们引进宗门。想拜入玉虚山，仍需通过入门考核，天赋心性缺一不可。我已经和师父说了你们的情况，你们有我从魔宗救出，根脚不明，所以你们的心性测试时，还顺带考验你等的品德。若是你们这2项没有达标，就算求我也没有办法。跟我来吧，心之考验，问心关。云梦仙长，何为问心关？简单来说，就是检测你们是不是良善之辈。你们从魔宗而来，若是心怀不轨，便会被这一关淘汰。多的我也不说了，说太多对你们的考核反而不好。问心关一开，你们是没办法说谎话的，无需多想，若是应对即可。玉虚山不收品性恶劣的为恶之辈，你们若是无愧，可登堂入室到我身前。半炷香的时间，诸位，请吧。那我先来打个样。怎么回事？这是像是被无形锁链束缚一般。没道理啊！我王耀算不上好人，你算不上味儿是吧？王耀，你对那些死去的孩子冷眼旁观，你不会觉得愧疚吗？如此冷漠的你，品行难道不恶劣吗？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逆机缘，踏上修仙之路。好小子，背后给我捅刀子！芋头之前分明指引我进去，这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救了他能得到什么，结果就这样得了一个教子。哎，那孩子怎么突然开始拱火？在问心关测试关键时候，此刻又遭他人问责。那个叫王耀的孩子想通过这问心一关，怕是难了。李康，你在狗叫什么？小二，不要浪费时间，准备闯关。可是专心完成测试，不用担心。耀哥，我相信你，这畜生拦不住你的。小孩子天真，不知大道无情，修道之路步步维艰，差之毫厘便失之仙缘。那名叫王耀的孩子，难上又难。王耀，你就止步于此，给我烂在这里吧。你问我那些孩子在我面前死去，我是否愧疚？我问心无愧。你明明就在那里见死不救。哥哥，你怕不是忘了是谁救的？
况且他们也死在你的面前，你为何不去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能力，你就应该去救人啊！靠你脖子，跟我玩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哎，说到底，本座就不算是正儿八经的武士。既然如此，也罢。今日我在魔宗祭坛是全力以赴，不过我也的确不是什么良善人，说我性格有些恶劣，我并不。哈哈哈！终于承认了自己不是良善之辈了。王耀，我看你还怎么过这问新关？王耀放弃了吗？乖乖，我这回可算是开了眼。我靠，这小子神了，硬扛问新关，这怎么可能呢？本座上辈子背着房贷，背着车贷，背着催婚的压力，背着沉重的业绩。我做过销售，买过保险，我脸皮又厚又不要脸，区区愧疚，本座背得住。怎么会这样？不是说非良善之人不可过吗？王耀怎么还没被淘汰啊？找我是吧？看本座断你先途。我品行不太良善，所以睚眦必报。李康，是我救了你的命，可你却对我心怀恶意，如此恩将仇报，这问新关，你过得去？混蛋！王耀这人都赢过这位新关，我凭什么走不了？凭什么？耀哥，我就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恭喜问心关已过，下面试测根骨。唉，这孩子的心性和天赋都不太符合玉虚山的要求。我靠，那某人落选了。硬抗问新关，却倒在了灵根上啊！云梦仙掌，不知这颜色和形状代表什么？修仙天赋根骨共分9品，白、赤橙黄绿青蓝紫黑，其中白色为1品天赋，可承天灵根，世间罕有，自白至黑，品级依次后排。你所显黄色为4品灵根，王小二则为3品。方青青是2品，如此，王小二和方青青可入我仙门，而你的灵根着实有些普通，很可能无缘玉虚仙门。耀哥，4品灵根听起来还行，好歹是个中上之资，这都进不来。4品灵根资质尚可，5品灵根之上都能在修仙意图有所建树，但4品灵根已是仙道飞升的最低门槛，哪怕打上一丝丝的折扣，都会无缘大道。漫漫修行路上，总会有事情造成阻碍，踩着底线的4品灵根几乎无法成仙，所以我玉虚山收徒，极少接纳3品天赋以下的弟子。飞升成仙，敢问仙长，近些年来可曾有人飞升？没有，修真界已近万年无人飞升了。不过我玉虚山身为5大顶级仙门之一，当以仙道飞升为目标，不可能飞升的人为什么要收进门内？收进门派打杂吗？若没有这等理想，玉虚山就不配称之为顶级仙门了。此间测试已被升仙堂长老看在眼里，现在就等结果吧。问心有愧，还能理直气壮地扛过拷问，这小子倒也有趣。能过问心关，终究说明他不是大恶之徒。不过这问心关本是为了挑出心如稚子、利于修行和培养的孩子，他竟然靠着意志挺过来，这等歪才真是。不过由此可见，这孩子性格倒是无比坚韧。看贫道看来简直是偏执，而且看他的根骨似乎过于普通了。淘汰的不看，其余2品、3品、4品各有一个。小云梦带来的这几个孩子还可以。2品地灵根的弟子不必多言，那3品的少年亦颇具潜力。灵根色泽橙红，几乎转为赤色。且看他的灵气显化，并非普通的金木火3属性，而是相当罕见的金火木火复合灵根。复合灵根修炼适配功法，可自动提升半个品级。此等天赋，练到一脉还缺一些控火的弟子，此子可以考虑破格提拔至内门。无论是丹脉还是去气脉，都可予以栽培。做杂役的滋味如何？啥鸟？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逆机缘，踏上修仙之路。选拔结果已出，通过者汪小二、方青青入内门。仙长，你这就念完了，耀哥呢？王耀并未入选，你也不用灰心。4品灵根虽无缘玉虚仙门，但也是修仙的好苗子，我们可以引荐你去其他门派修行。去其他仙门修行？行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的本科不比专科差，本座身负逆天气运，
何处去不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看来本座出了玉虚山，必死无疑。我觉得我和玉虚有缘。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有收徒的权利，没通过考核，求我也没有办法。可师姐还说过，根本不可能飞升的人，为什么要收进门内？收进门派打杂吗？对啊，我是说过，不可能飞升的人收进来打杂吗？很简单，我当杂役不就是了？当杂役弟子，你过了问心关，灵根也达到飞升门槛，确实可以在玉虚山做杂役弟子。可杂役弟子十分辛苦，并且资源极少。但以你的根骨，若去其他宗门，可做内门弟子。在你这打基础的年纪，一步慢，步步慢，若是耽误，日后难以弥补。你真要留在玉虚山当杂役弟子吗？我已经想好了，去了其他宗门就会犯法修行。为了小命小人，当杂役弟子也挺好的嘛。杂役弟子应该也有机会晋升成为外门内门。虽然可以，但是晋升一世机会渺茫，且异常艰难，每10年也就只有1、2人可以晋升。天下仙门如此之多，你为何要在玉虚山当个杂役？我的命是云梦师姐里，有恩必报，就是我王某人的道。我只想在云梦师姐身边以报大恩大德。更何况我见识过了玉虚山的人，见识到了各位师兄师姐的仙人之姿，实在是一心神往玉虚，还请师姐收下弟子。好吧，既然如此，王小二、方青青一会去百凡殿入弟子籍，王耀去杂役处报道。李康未通过问心关考核，不过你根骨3品，可以去其他修仙宗门修行。今日先在杂役院住下，明天会有弟子送你下山。耀哥，你何苦留在这做杂役？我们一起拜入其他仙门也好啊。你不懂，开局杂役处，这便是凡人修仙流的常规开局。杂役处这种逆天之地，正适合我大展拳脚。是丫头，你不会也坑害我耀哥吧？不会，我知道耀哥救了我的命呢。其实我大概知道李康为什么那么讨厌耀哥。我们县里3个人一起通过了赤云国的选拔，一个是我，另外2个就是李康和他的哥哥。李康父母很早就不在了，被大他3岁的哥哥带大。在那魔门，我们3个站得比较靠前，李康的哥哥就那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他知道耀哥可以打死老虎，却没有救他哥哥，才会记恨上耀哥吧。这个畜生害他哥哥的是那些魔宗邪人，他迁怒我耀哥是怎么回事？耀哥，你在杂役处会很辛苦，我有时间就会来看你的。你在内门好好修行，不要分心。你若修炼有成，对我才是最大的帮助。今后你就是玉虚山的杂役弟子了。花儿谨遵玉虚教诲，刻苦修行，至此踏入修仙一途，勤而行之，约有所戒。杂役弟子每日需领各种差事，楼后荒地需种绿植，清明2天，你的工作就是将荒地挖出6个树坑。看来云梦师姐说的不错，晋升之事果然机会渺茫。王耀，真是老天有眼啊！听说你是4品灵根被淘汰下来，做杂役的滋味如何？傻鸟！王耀，我告诉你，我的天赋比你要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我会拜入其他仙门，而你就给我烂在杂役处吧。好小子，原来你还是个卧龙凤主，父母双亡，亲哥陷阱，开局杂役处，身负机缘，如此逆天主角模板，还心思阴沉，记恨本座，你有取死之道。今天我就要和你立下3年之约，等我修行有成，我必会要你好看。3年之约，台词越来越糟糕了，你也配说这话？此子断不能留。呵呵，3年太久，本座不争朝夕。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你要做什么？哼，这里是仙门，你王耀还敢在这里动手不成？李康万万没想到，王耀不仅敢在仙门内对他动手，更是敢在仙门之内杀人。饶我一命，求你饶我一命！这都没死，这么命硬，果然有主角之姿，此子断不可留。这戒指是你从哪儿得来的？这是我家传的戒指，我给你，我什么都给你，只求你饶我一命。饶你一命可以，考你一个问题：修仙界有哪些境界？炼气、筑基。错，修仙界只有3大境界，那便是道友、蝼蚁和前辈。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你是什么境界？道友。不好意思，你是蝼蚁。呵呵。
呼吸，头晕是正常的。此时的王小二和内门的师兄问了杂役处在什么地方，王小二便匆匆下山而行。他去杂役处，既是找王耀，同时也找李康。下午云梦师姐在场，我不敢动手，这个李康敢欺我耀哥，耀哥心慈手软，不把你放在心上，我王小二可饶不了你，待我给他几10个耳光，让他长长记性。耀哥，哦，小二，你怎么来了？我来教训李康，还没凉透，你要不趁热教训教训？王小二有点懵，他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虽然这几天已经见过很多死人，可王耀亲手杀人的这一幕，还是让他内心狂跳，缓不过神。我帮你挖个坑，把他埋起来，这要是被人发现了就完了。你先跟我把他抬远一点再说。算了，你帮我拿着铁锹就好。月光洒下，群星闪耀，虫鸣声、蛙头声、哼歌声融合在一起。王耀正给李康准备着新家，场景显得异常诡异。这时，却有一道呵斥声打破了这诡异荒诞的画面。你们这2个孩子，这是杀了人，准备埋尸。完了！杀人埋尸被发现了。这位师姐晚上好。你把我当空气吗？这位师姐，何出此言啊？我刚才不是和你打招呼了吗？你那么自然的和我打招呼才不正常。你在干什么？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我这是杀了人，正准备埋尸。你这杂役弟子竟敢在玉虚山杀人！我翻遍了玉虚门规论，咱们宗门没有禁令弟子不准杀人。这人不是我仙门弟子，而是我一堂家。此人和我一起参加问心关，我曾救他性命，他却恩将仇报，在问心关上苛责质问我，险些断我仙途，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阻人前途更是如此。如此祖道之仇，我杀这忘恩负义之辈，实属天经地义。你这小孩不知大度一些，小年纪就杀人不长眼，不怕被逐出山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这人不过一个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之辈，实在是死不足惜。至于掩埋尸体，也并非为了隐匿罪行，师弟只是怕这人的臭皮囊脏了咱们玉虚山，这才准备把他埋起。不用挖了，既然是不想这人的尸体脏了咱们玉虚山，我帮你把他给扬了就是。你们是云梦师姐带回来的弟子吧？今天的事我有听说，你就是那个要当杂役弟子的人呀？正是弟子。我叫韩青，在外门授课。云梦师姐托我照顾你一样，你平日做完差事，可来百凡峰外门找我旁听。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修仙意始于炼气，气者实乃天地之所运灵书，寓于鸿蒙，化于万物。什么鸿蒙安卓？这书谁出版的？完全看不懂，差点把你给忘了。王耀能探查到这是机缘，可直到现在也并没有发现这戒指有什么奇特。研究了一会，也研究不明白。王耀便准备上床睡觉，可突然心里一动，又瞅了瞅这个戒指，心里生出一股既视感。古朴黑色，不知是何材料所铸，再结合李康糟糕的台词，什么30年河东，3年之约。卧槽，这戒指里面该不会有个药老吧？小楚南，你丫的！没摸过女人的手是吧？说好一起去网吧开黑的呢，一个人去什么握手会，也不带上我。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逆机缘，踏上修仙之路。又是这场梦，王耀一次意外穿越到这方世界，与其说是穿越，不如说是转生。他可是从出生到现在整整生活了15年。那黑色戒指，昨天研究了好久，也没发现戒指的奇特。药老什么的，也不过是王耀的一想，他也就不再特别关注这枚戒指。当下他更关心的是尽快去韩青师姐那旁听讲课。王耀边走边看《玉虚炼气卷》，全书晦涩难懂，许多地方都阐述的不明不白，犹如雾里看花。王耀也只能连蒙带猜。不过上面对境界的描述，王耀看得明明白白。这境界倒是和上辈子看的小说差不多吗？你来了，韩师姐，下午好。这孩子越看越是顺眼。玉虚炼气卷，你可入门？昨日已把前几章看了一遍，但觉功法晦涩难懂，有些地方犹如雾里看花，难以理解。弟子不敢草率修行，还请韩师姐指教。不错，正所谓仙道难书，真理难以用文字记录，有不懂的地方很正常。传承方式往往需口传心授。我还以为这是宗门的防盗手段，故意将口诀写得晦涩难懂。便是中藏经阁，收藏百般秘籍，也要配备传功长老才可学得。这样，即便是功法不小心流落在外，也不至于将底子漏得一干二净。
怪不得那功法明明能用白话文写得透彻，非要写成那个鬼样。原来老师之前是在糊弄我。韩青师姐，你说什么？没什么，你把你的理解和我讲下，不对的地方我帮你指正。王耀点头，把自己对那些古文连猜带蒙的理解给韩青讲了一遍。韩青听着，准备帮王耀指出他理解错误的地方，可越听他的表情越茫然，发现王耀的理解十分正确。就是这样，这些地方我是这么理解，我觉得也许会有失偏颇，怕错解其中真意。韩青师姐，不错，还请韩师姐指正。你一点没说错，让我怎么指正？王耀，你悟性不错，对功法理解十分到位，我没什么可指正的地方。这也能行？莫非是我的金手指起作用了？真就卦象好，顺风顺水呗，瞎蒙也不能对。你悟性不错，但切不可骄傲自满。既然全部理解，下一步便可打坐修行。下午我刚好要讲入定炼气的内容，带你去外门旁听。谢谢韩师姐。韩青带着王耀步入了外门的讲堂，讲经堂内周围众多外门弟子都对王耀这个杂役弟子投来目光。哎，这人谁啊？杂役弟子怎么来我们外门听课了？我从未见过这个杂役弟子，而且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此人不容小觑。废话，我还没开始修仙呢，哪来的修为？今天我们来讲打坐入定的心境。修真之事，勿选以炼气归真。夫气者，便欲诸生于世，凡尘万象，无物不含元气，乃至穷浩苍茫，地坤厚载。韩青滔滔不绝讲了一堆修仙大道，讲道理却是一套又一套，这让王耀仿佛回到上辈子背诵文言文的苦逼的日子。讲过之后就是实践，一众弟子打坐练气。韩青走到王耀身边，你没入定修炼过，刚才我讲的可听得明白？心无旁骛，六根清净，便可入定炼气。说得不错，不过你上修行过，须知之易行难。周围不少外门弟子听到了韩青的话，看向王耀的目光有好奇，有不解，甚至还有几人带上了轻蔑。原来他没修行过，根本没有修为，我说怎么看不透他？这杂役弟子什么来头？为什么韩师姐带他来咱们外门旁听？谁知道呢？不过杂役弟子天赋不行，听了也白听，入定这一步就能难住他。嘿嘿，我敢打赌，这杂役弟子这一节课都不一定能入定修行。肃静，韩师姐，这没什么难的，书上写的很详细。既然你说的轻松，我先不教你，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韩青静静地看着王耀，有着敲打他的意思。和王耀接触了这2天，韩青看王耀那是相当顺眼，可越看他顺眼，韩青就越要对他负责。他眼中的王耀冷静又跳脱，总带着些从容不迫，但相对的就少了一些严肃和敬畏。韩青便是想让王耀体会一下修行不易，这对他未来百利无害。这小子何德何能让韩青师姐如此关照？众人都在嫉妒王耀，殊不知下一秒会出现更为震惊的。不会吧？我肯定是个修道的天才，师姐。四品灵根是个毛的天才啊！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王耀在芋头的终极气运下，顺风顺水，修行起来无比丝滑，只是几个呼吸就已入定了，气息沉稳，似乎融入周围的环境。第一次打坐就入定了。刚开始坐禅修行的初学者，一般会心烦意乱，越是想摒弃杂念，越是不得安宁，或是干脆头脑昏沉，直接迷糊过去。像王耀这样一步到位，着实不多，这才引得韩青吃惊。倒是小看了这孩子。常人枯坐，花费无数努力也不可得的清净，他却是发个呆的事。虽然灵根普通，但还真有入定的天赋。韩青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王耀就感到一阵寒气，随后就从入定的状态中退了出来。韩师姐，我刚才是不是成了？还行吧，入定确实说难不难，下一步引气入体才是难点。韩青为了让王耀踏实一些，自然没有表现出对王耀三息入定的行为感到吃惊，可他万万想不到王耀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再不能淡定。师姐，引气入体我已经成了。吹牛！我当时用了2、3天才成功，这杂役弟子吹牛都不打草稿吗？这不扯吗？我放屁都没这么快。他以为他是天灵根，5息就成功引气入体的人，我还从没见过。王耀，你刚才应该是错觉。真的，师姐你看。哎，你真的成了！韩青此话一出，外门的小伙伴都惊呆了。怎么可能呢？大概只有天灵根才能对灵气有如此感应，这事放在王耀身上，实在是匪夷所思。瞬间掌握气感，你是怎么做到的？王耀想了想，顺风顺水的运势会达成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其中的缘由只能归功于巧了2字，总不能说自己身怀气运之头吧。我肯定是个修道的天才，师姐。4品灵根是个毛的天才啊！百思不得其解下，韩青发动慧眼，试图看破王耀的深浅。王耀，你学过凡人的内功？没有。那你这一身的内功真气哪来的？就和常人一样，
身遇险境，跳下悬崖，大难不死，偶遇机缘，被3个绝世大侠灌过顶之后，就会拥有一身顶级内力。谁呀？谁家常人会被3个绝世大侠灌顶啊？韩青自然是不信这番胡话，但终究知道王耀瞬间引气入体的原因。原来如此，体内有那家真气，便已是有了气感。看着周围弟子疑惑的目光，韩青解释道：凡俗习武之人，武功练到一定境界，可以内生真气，称先天武者。这内家真气便是打通了经脉，便是没有灵根之人亦可感受天地灵气，练到精深，甚至可以武入道。王耀身怀内力，所以感受灵气这一步自然没有门槛，运行法门便可引气入体。众人这才了然，看向王耀震惊的目光逐渐化为心安。只要不是什么天灵根的修炼天才，这帮弟子也就踏实了。既然你已经成功引气入体了，下一步就是构筑炼气。这天地灵气入体即散，修饰第一境为炼气期，就是要在丹田构造炼法气血，以炼之法炼化灵气入体。修炼之法几经仙人改良，从原本的聚气、凝气到如今的炼气，终于完善。第一次构造气旋更不用着急，炼气不易，气旋易碎，需多尝试，多找感觉。我帮你看功，可指出你失误的地方。有劳师姐。韩青体贴负责的样子，又让不少外门弟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小子何德何能让韩青师姐如此关照？体内灵气依着王耀的气感和引导，缓缓在丹田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气旋。韩坐的王耀呼吸吐纳不小心急促了几个，丹田处的气旋便立刻不稳了起来，眼看就要崩溃。这时在顺风顺水的影响下，王耀突然觉得鼻子一阵瘙痒，猛地打了个喷嚏。在一旁为王耀看功的韩青叹了口气，打坐入定，要抱元守一，气息稳定，不可妄动。这喷嚏一打，前功尽弃。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口逆天喷嚏一打，王耀身形一震，就是这么一晃，丹田内几乎溃散的炼气法旋竟鬼使神差地稳了下来。一个拇指大小的气旋浮于丹田之中，缓缓转动，体内丝丝缕缕的灵气好像找到了主性，立刻从经脉周天被炼化至丹田之中。让师姐操心了，不过我好像又成了。你又成了？侥幸而已，都是师姐教的好。以韩青的修为，自然可以看透王耀的虚实。心中惊讶之下，他一张高冷玉洁脸再度变成天然呆。多次教习任务，我还从未见过像王耀这样一次成功的。不错。听到韩青对王耀表示了肯定，大部分外门弟子看向王耀的眼光也没有之前那种不屑，反而带上了一些认可。同时也有1-2个弟子对王耀的敌视更多。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得到尊重，但同时亦会招来他人的不满。既然你已构建炼气法旋，便可开始修行了。你须知修行最忌1日暴之，10日寒之，不可贪功冒进，须知细水长流。接下来炼化灵气便是水磨功夫。韩青便不再给王耀开小灶，讲堂内所有的弟子都专心致志地打坐修炼。数个周天下来，王耀丹田内的灵气逐渐突然他脸上这是什么情况？王耀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炼化的灵气突然开始飞速流逝，消失的无影无踪。炼化灵气如滴水成河，灵气流逝却一泻千里。怎么回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为什么我的丹田存不住灵气？难不成自己是什么先天废体？坏事了，万一自己真是先天废体，恐怕连玉虚仙门的杂役弟子都做不下去了。王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打坐，尝试练习。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丹田依然像漏了气的球，炼化的灵气全部流逝。他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没事的，没事的，废柴流开局也很正常。本座这一生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开局杂役处，现在更是加上一个先天废体，开局越是凄惨，buff 叠得越满，本座日后必定逍遥仙界，飞升仙王。但王耀越想越觉得心中悲凉。不对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卧槽，本座想起来了，药老会吸收斗气，我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这戒指里还真住着一个药老不成？姐，大梦一场3000载，是谁唤醒了老祖？阁下可是药老？药老？什么药老？老祖名为玉小刚。我屌你个！为什么这戒指里会钻出来一个玉小刚啊？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接下来炼化灵气之时，王耀将心神聚焦在那戒指上，果然他感受到辛苦炼化的灵气被那戒指吸了进去。戒指窃取灵气十分隐秘，若不是王耀凝神观察，是绝对不会注意到的。看来本座并不是先天废体，丹田内收不住灵气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戒指里住着一个老人。先这样吧，总不能现在把戒指丢掉，等回去再做考量。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师姐授课。
第一次修行怎么样？王耀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现在他的丹田里空空如也。见王耀表情不太正常，韩青皱了皱眉，直接发动。看到王耀没有半点修为，即便再怎么看他顺眼，韩青的脸色也泛起冰冷。怎么回事？你刚才在睡觉吗？怎么一点灵气也没有炼化出来？我没有睡觉，我刚才在入定坐禅。灵气呢？你的丹田里怎么一点灵气也没有？我只是在坐禅入定，没有运转功法炼气。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带你来外门旁听修行，结果你在这里浪费时间吗？之前师姐你说修行最忌1日暴之，10日寒之，不可贪功冒进，我觉得很有道理。修行之前先修心，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些浮躁，所以这1个半时辰一直在枯坐冥想，磨练心智。我这一生如履薄冰，不敢半点贪功冒进，需步步为营。师姐，你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但越要抓紧时间，就越要浪费时间。时间从我身边流过，我不急吗？我也急，但是越着急越要磨练心智。心急之时，便正是修行时。你想想，练心都用了2个时辰，将来练气的时候，那就是几个亿的时辰。听懂掌声。这孩子说的话好奇怪呀。不过修行之前先修心，说的倒是有点道理。既然你没有偷懒睡觉就好，你说的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节奏，你回去好好休息。王耀顾不上多说什么，和韩青告别后，便急匆匆忙忙地回到宿舍。王耀把戒指扔到床上，随后盘坐在房间的另一头，离着戒指远远地开始修炼。果然，戒指不在身边，我就能好好修炼。本座不是什么先天废体，那这戒指该怎么处理呢？难不成就这么亮，让里面可能存在的老灯继续着？这也不是个事。王耀皱着眉思考了半天，终于有了些想法。现在我已经迈入炼体期，有了灵气，可以开箱了。王耀从怀中掏出一份储物袋，正是当时在天玄宗云梦上给他的，将体内不多的灵气注入储物袋里。这应该就是灵石。药老啊，若是你不能吸收灵石的灵气，便是你命由此而言，我也只好将你藏在茅坑，让你先继续长眠了。有用，看来老灯可以吸收灵石活过来。半个时辰后，他脸色就从兴奋变成了难看。这样下去，不知道要吞多少灵石。若是超过500块，药老，那就是你命由此劫了。我也只好将你藏在茅坑，让你先继续沉迷。第498、499、500。终于在王耀撒到第500块的时候，他继续扔第501块。没办法，沉没成本太大，现在放弃之前的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直到580块的时候，戒指终于有了。姐，大梦一场3000载，是谁唤醒了老祖？阁下可是药老？药老？什么药老？老祖名为玉小刚。我屌你个脸！为什么这戒指里会钻出来一个玉小刚啊？狂磕600块灵石，结果召唤出这么一个货。这老灯刚出来就节节坏笑，8成是个老魔，说不定这老东西还会夺舍我。想到这里，王耀急忙赶查气运卦象，得知紫虚园确实没有厄运，王耀这才放下心来。姐，一个灵气期的小子，既然你唤醒了我，那就送佛送到西，让本座入。原来本座只剩一丝残魂，此生了无趣。因为是残魂，所以夺舍失败了。这老灯心怀不轨，果然不是善人。王耀脸上一阵阴晴，他想了想，拿起戒指朝茅厕走近，他准备把戒指丢进茅坑里。你要干嘛？装出一副了无生趣的样子，就想接过刚才的事。老登，你刚才是想夺舍我吧？送佛送到西，好啊，我这就送你去死，镇压在茅坑里，永不见天日。本座已是一丝残魂，此生已尽，无法夺舍重生。那你就乖乖去死。等等，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修道艰难，你想不想继承本座衣钵？王耀把戒指老灯唤醒，自然是有这种想法，但现在戒指里住着陈年老魔，明显一身反骨，说不定哪天就会反噬，必须得治一治。不想，我现在只想将你镇压茅坑，不见天日。不想，你这数字可知老祖身份？老祖巅峰时乃大成老祖，收你为徒是你的荣幸。大成老祖又如何？老东西，你难道不知30年河东，30年河西，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更何况你是魔门之人吧？本座乃正道弟子，岂能与你同流合污？你怎么知道老祖是魔门之人？这个小子似乎早早就知道本座藏在戒指，更是一眼能断定本座是魔道之人。此子看起来不简单啊！而王耀听到这句反问，又被笑到，就好像上辈子一个广西老表一脸不解地问自己：你怎么知道我系广西的？谁家好人一上场就桀桀怪笑？此灯看起来不太聪明，魔门之人奸诈无耻，断不可信。
若要我放过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立下天道誓言，我要你认我为主。那你有一伙吗？一伙？什么一伙？咱俩现在不就是一伙的吗？你一把年纪就不要卖萌了好吗？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我呸！不可能，我乃大成老祖，岂能认你为主？行，那您老走好。等等，我真的可以传你一波，小子，你不用担心老祖会对你不利。我愿立天道誓言，收你为徒，只期有朝一日，你能助我补全魂魄，重铸身躯。拜你为师？我不会拜你为师，只学艺不拜师，而且天道誓言也要由我来拟定。王耀一字一句拟定天道誓言，什么必须倾囊相授，不得藏私，鞠躬尽瘁，不得加害王耀，一切以王耀的利益为主，并且考虑到多种情况前提，篇幅极长，誓言更是十分严酷。小子，你这哪里是学艺，这还是收我做奴隶啊！这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吧？老祖要答应你，岂不是找了个活地？你做梦，不可能，本座绝不同意。那好吧，小子，老祖同意了，但你必须拜我为师，只学艺不拜师不行，不然老祖凭什么倾囊相授为你考虑？不然你就扔吧，扔进去永不见天日，老祖我也认了。话都说到这份上，王耀知道再打压下去也没什么用，其他条约如果同意，拜师什么的不过是面子浮云。但这老登明显十分注重这层传承关系，可拜玉小刚为师，王耀心里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怎么小小年纪就将正邪看得这么重？本座是魔修就拜不得，魔不魔门的无所谓，主要你是玉小刚啊！若你信仰，我一定带头就拜。偏偏你叫玉小刚，本座怎么了？他这时才察觉到，王耀好像不是歧视他魔门身份，而是歧视他的名字。要不然你改个名吧。玉小刚最终也没有改名。好吧，我同意拜师，刚师傅。天道誓约已成，从此你便是老祖的徒弟了。你要敬我如父。敬你如父？说什么梦话呢？刚子，你叫我什么？刚子啊，你不玉小刚吗？有何不妥？小崽子，老祖我是你师傅。此一时彼一时，天道誓言已立。若是之前，你自然是玉老；现在嘛，你就是个老妪。欺师灭祖，欺师灭祖啊！你这样不管伦理纲常的庶子，还是正道玄门的弟子？姐，我这不就入了您的门下吗？好小子！可天道誓言已立，不管如何，他都要对王耀传道解惑，倾囊相授。还真别说，你这翻脸不认人的样子倒是挺有我魔宗风范，挺合老祖胃口。小子，你是叫王耀啊？从今往后，老祖我将带你修行，传你一身衣钵。玄幻三大卦系统重生，随身老登，如今得此卧龙，果然如卦象所示，顺风顺水，龙跃于渊。老头，我要是遇到危险，你能附身代打吗？代打？老祖就剩一丝残魂，神魂不全，也无法力，根本不能附身。那你有一伙吗？一伙？什么一伙？咱俩现在不就是一伙的吗？你一把年纪就不要卖萌了好吗？那功法呢？有没有什么仙品功法传授给我？他是残魂，关于过去的记忆很多都已遗失，哪里还记得什么功法？修仙百艺呢？修仙百艺，老祖我那时候只有修仙四艺，丹气镇符。这老货落伍了呀，丹气镇符也行，如今这也是四大主流。老祖我原来自然是四艺大宗师，如今这些技法都想不起来了。老头，你耍我？功法记不起来，修仙四艺也忘了。我乃大成老祖，高屋建瓴，指点你修行还是绰绰有余。理论大师呗，某种程度上说，很符合你刚子人设。把你的炼气功法给老祖过眼，为师对这就指点你修行。老祖我看不懂，炼气期的功法你看不懂。如今的文字和老祖当年大不相同啊！老祖我不认识。我尼玛，别人家的随身老头传功法送你，自己召唤出的老登记还是个文盲。于是王耀只能一字一句的念给玉小刚。如今的凝气期功法竟如此精妙，字字珠玑啊，比老祖当年的法门玄妙不知多少。你且等我好好研究一下。看到一卷炼气期的法门，都让玉小刚大开眼界，王耀也真是大开眼界。
界。你不过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里可能没有能干你的活。玉小刚完全打破了王耀对借着老登的期待感，不再理会他，转头研究起那个储物袋。储物袋中的零食还剩1000多块，其他的还有10几本魔门功法，10余并不知品阶的剑技。最引王耀瞩目的还是一柄魂幡。看到这魂幡，数日之前的魔门惨案又浮现在了王耀眼前。会不会把这玉小刚记到这番里，才是这老登正确的使用方法？道爷，我终于成了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除了零食和魂幡，其他的物品王耀都很陌生。刚好手边有一个魔门老祖，王耀把储物袋的东西都掏了出来。老头，这都是你们魔修看家的家伙是吧？你总不至于连这些都认不得吧？这百魂幡、鬼婴锁、白骨剑，这些家伙事，我自然是印象深刻。你小子怎么会有这些魔道之物？从魔修那缴获的呗。你在戒指中感知不到外面的事吗？那日天玄宗的事，老祖，我到了这灵气充沛之地，才渐渐苏醒过来。王耀这才明白，为何自己在进入玉虚山之后，才探查出这戒指是个机缘。这些玩意怎么用？难得有你懂的东西，好好表现。这是采阴修灵法，采阴补阳，双修邪功，属于下等功法，并无大用。王耀翻了翻，发现插画精美，姿势众多。此等污秽之物，我必须留下来，好好谴责。这是白骨剑，抽数百活人筋骨炼成，专破护身功法。2阶法器百魂幡，养生魂、冤魂，可放恶鬼。最恶毒的还是这个血婴锁，由婴儿血水炼制，专门污人神识法器。听到这些恶毒的词汇，王耀虽然自认为下限较低，但仍然皱起了眉头。尼玛，婴儿都不放过，真是该死！这魔修果然都是一帮畜生。玉小刚感觉有被冒犯的，满眼不屑，轻蔑道：“小子，你还太年轻，太过妇人之仁，岂不知这世界就是人吃人？即使是正派玄门，也不过是一帮打着正道旗号的伪君子。看你一副妇人之仁的样子，那这些法器你怎么处理？”王耀看着这一套装备，每一件都是邪气凛然，血迹斑斑，带着这几件套出门，会被玄门正道给打死吧？不过让王耀扔了，却都留着吧。你们这些玄门正道果然都是伪君子。我要是现在把这魔气销毁，那些祭献的人不就白死了吗？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本座胸怀正气，就算这番再怎么冒黑烟，在我这他也是人皇旗。小小年纪居然说出如此魄力的话，此子日后必成大器。刚子，你要不进我这人皇旗里面住着？混小子，那老子就真的死了，其他东西也就罢了，血婴锁你小子也要留着。你不说这玩意污人神识，法宝不是挺好用的吗？此等埋汰人的邪气，老祖当年可不会用，这是最下等的邪修才会练的玩意。埋汰人，最下等，就好像往法器上屙屎拉尿，对敌时用来恶心别人。哦，懂了，果然好用。此子天生的魔修苗子。这么片刻的功夫，玉小刚魂体暗淡的机不可见，急忙钻回戒指里。这里可是仙门，魔修可是要进猪笼的，你藏在戒指不会被发现吧？我乃大成老祖，我若不现身，谁能发现？话说这小子是怎么发现老祖我的？看不透，而且这小崽子行为举止完全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接下来的数日，王耀有条不紊的修行。上午做完杂役差事，其余的时间便教玉小刚识字、练气修行。短短数日，王耀对玉小刚的态度已是大为改观。随着醒来的时间越长，玉小刚曾经记忆似乎也没有那么模糊。大成未得的残魂，智商暂且不提，记性和悟性都是极强。现代文字，玉小刚只用了2日便全部掌握，又把功法研究2日后，玉虚炼气卷被他研究透彻。玉小刚看出功法内的一些窍门，静魔改出一个更适合王耀的炼法。打坐炼气都在追求着一个准确的行气路线，每人的筋骨穴位都不同。玉小刚魔改的功法几乎100%契合王耀的身体。你这宗门灵气充沛至极，无需借灵石修行，修为提升太快，反而不美。怎么样？入定之时身体前弓半寸，是否灵气吐纳更为流畅了？人类的本质就是真香，新功法修行的速度翻了1倍。王耀立刻变了副嘴脸，刚子这称呼再不提及，一口一个刚师傅。刚师傅说的不错，刚师傅，其实我打小就看你行。几天前还一口一个刚子和老逼灯的王耀如此变脸，玉小刚不由得在心中感慨，此子未来必成大器。一晃数日，王耀灵气渐渐充盈，终于渐渐扩及全身。
自修炼以来，日夜不敢放松。这3天36个时辰，我殚精竭虑。今日道爷我终于成了。修炼3天，让你说的跟3年一样。一个灵气1层，让你说的好像成仙了。灵气炼气1层，耳清目明，气血充沛，不错。结束打坐，王耀感觉自己耳清目明，头脑清醒，智力都似乎有所提升。1加1等于2，2加2等于4，4加4等于8。我算得好快，我变聪明了。明显算错了吧，小子！你就说快不快吧。王耀欣喜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至此不再是凡人。从今天起，每天的差事你替我干，这样我1块灵石都不用花。我乃大成老祖，你这逆徒敢让我做杂役？老登愚蠢！我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随后，王耀便去杂役处报备警戒。杂役弟子迈入炼气修为，每月可领取2枚灵石，所做事务也会多一些油水。1周就迈入炼气1层，这小子背后必有妖人指点。炼气修为的杂役弟子每月只能领2块灵石，而外门弟子每月则有20枚，内门弟子更是有50枚之多。凡是内外门弟子可接宗门事务和任务，那些正式弟子的工作都是有灵石可拿，而杂役弟子的差事就只值那1块灵石，其余资源的分配更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看王耀盯着自己的储物袋，以为王耀没见过，这是储物袋，都知灵气，可装若干物，你就不要羡慕了。这个外门弟子才能领到。谁羡慕你了？苦性男。既已炼气，便可不用一直做苦工。今日事务，除去伐树的苦工，你还可以从中挑选青云峰采灵草、百凡殿整理资料、福禄堂分割符纸。采灵草和整理资料的牌子还剩好几个，唯独分割符纸的牌子仅剩1个。师弟，我推荐你选采切符纸，不仅任务轻松，还可以旁听一些符箓之道，甚至还能拿到1、2张符箓，是杂役弟子里最上等的美差之一了。快，选采符纸，让老祖看看当今符箓有何进展。王耀想了想，并没有立刻伸手。他记得当时坐着非洲，在玉虚山脉惊鸿一瞥，曾看到数十道机缘，其中某一道机缘之光的地点应该在采灵草任务的青云峰。这样的话，应该选青云峰的任务才是。住手！哈哈。师弟，让你住手，你还真住手！这最后1个采符纸的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啊！小子，这能人干他！干鸡毛啊！王耀本来就不想去接采符纸的任务，不过王耀下意识地打量了一眼那截胡任务的杂役弟子，随后一愣，只见那选采符事务的弟子在拿起牌子之后，头顶竟冒出了丝丝缕缕的黑烟。你真要选这个采符纸的任务？哎呀，师弟啊，多说无用，要怪就怪你太犹豫。就算你再怎么求我，采符纸的任务我也不会让给你的。哈哈哈！牛的，这不是上赶的找死吗？算了，命该如此，我选采灵草。小子，你怂什么？干他！给老祖干他！小子，你为什么不干他？老祖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软烂徒弟？怂货！别爸爸了，采符纸能有什么前途？我告诉你，青云峰上有机缘。笑死个人！真要有机缘，能轮得到你一个炼气1层？你有没有听说过吸引力法则？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最后便会得到什么。越是相信，就越会提升自己内心的能量，能量越大，越能吸引成功。听懂掌声？老祖，我曾经领悟的法则，2只手都数不过来。博览众法，什么吸引力法则，闻所未闻。那是你孤陋寡闻，没文化。毕竟你是个文盲，哪有文化啊？庶子胡说八道，我乃大成老祖。玉小刚不满的咆哮，王耀懒得去听。这老头翻来覆去就会那一句，连脏话都不会说几句。身为魔修，素质明显有待讲评。小子，杂役弟子每天都要分心做差事，太浪费时间了。你灵石不少，不如花个5、6块灵石雇个杂役弟子替你干活，肯定有人愿意。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现在1个月才能拿2块灵石，你让我花5块灵石雇杂役，太浪费了。庶子愚蠢！你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灵根普通，还将时间花费在做杂役上，太小家子气了。你说的有点道理，但不多。我为什么要花灵石雇人？我知道已经有不小的行动力了。从今天起，每天的差事你替我干，这样我1块灵石都不用花。我乃大成老祖，你这逆徒敢让我做杂役？老登愚蠢！我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灵根普通，还将时间花费在做杂役上，太小家子气了。随你怎么说，老祖我绝不。这随身老灯真是越来越好用了。刚师傅辛苦了，又帮我节省1小时的修炼时间。小子，药材的差不多了，你说的机缘在哪？那我们继续走吧。对了，还得辛苦你背着背了。臭小子，你是故意折腾老祖我是吧？你不是有储物袋吗？
哎呀，你瞧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到了。哪呢？这不是死胡同吗？也没路啊！天天嚷嚷大成老祖，大成老祖，你行不行啊？瞧好了。小子，你怎么知道这里别有洞天？都说了吸引力法，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类的精神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只要意志坚定，就不可能。我悟了，道爷，我悟了！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了。停下，快停下！别灌注灵力了。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等等，这是。余不喜大道争锋，只爱种植垂钓，品茶作画。此处暗含道蕴，余在此感悟，画到49日，终至小成，留下一画道传承。玉虚山有缘弟子可得，传承真有机缘不成？哈哈哈，小子，这真有机缘也早被别人寻走了，怎么会轮得到你？不对啊，哪个环节出错了？等等。无缘者，明珠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有缘人，经藏于时也能发现。这竟然是道运！小子，快把那珠子捡起来，让老祖好好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老登还敢质疑我？生鱼片是死鱼片，咖啡因来自咖啡，半径越大则直径越大。两个字其实是三个，等红灯其实是等绿灯，救火其实是在灭火，太空有空间站，太极没有空间站，掉地上了其实是掉地下。自己的年龄乘以2，再减去自己的年龄，就能得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奶酪越多，奶酪桶越多，奶酪桶越多，奶酪越少，所以奶酪越多，奶酪越少。落后就要挨打，使人谦虚，谦虚使人进步，进步使人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落后就会落后，挨打就会挨打。我悟了，道爷，我悟了！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了。停下，快停下，别灌注灵力了。这是菩提子，怪不得此处会有一丝道运，全是这菩提子所致。悟道之宝菩提子，没错，没错，这可是悟道神器。菩提子乃菩提树精华所化，这可是对大成修士都有用的宝贝。小子，你真是捡到宝了！这里的什么垃圾画道传承，跟这个菩提子比起来，狗屁都不是。菩提子，先天之道一宝，虽然不入品阶，但却是实打实的神技，作用简单却逆天，就是增加悟性。拿着菩提子修行，便是轻度智障也能化为天才。总感觉不太对劲，这机缘哪说来就来的道理？而且这小子就好像一开始就知道那有宝贝，有古怪，大有古怪。菩提子拿在手里，即便不用灵力激发他的知道道业，也让王耀心神宁静，更能接近所谓的天人合一，一定程度上弥补王耀平。这悟道菩提果然好用啊！臭小子，你跟老祖说说你那什么吸引力法则，他怎么就？想学啊？我教你啊！你这样，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王师弟，你昨天没选裁剪符纸，实在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师兄何出此言？昨日去福禄堂的杂役弟子撕了3个耳，福禄堂执事正在研究一种丹火符，希望能以符炼丹。之前研发了1、2阶符箓都没什么问题，可昨日开创的3阶丹火符却发生了重大事故，刚画好的符箓当场就炸了，受伤的弟子不计其数。世事无常，生死有命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幸好本座天天富贵。话说，虽然已经取了1道机缘，但是还有好多道机缘所在区域却是杂役弟子根本去不了的。不行，该想想如何晋升外门弟子。这几天去问问韩青师姐有没有路子吧。自从有玉小刚在身，王耀对玉虚炼气卷的要义已经领悟极深。上周之后，便一直没有去外门找过韩青。只是让王耀没想到的是，韩青竟会先一步过来找。来了来了，早啊，韩青师姐。几天未见，来看看你的修为进展。还好这孩子没事，要是被丹符炸出个所以然，云梦师姐那边可怎么交差了？你已经炼气一途，果然还是被发现了。哎呀，侥幸而已。修炼一途哪有什么侥幸？想必你应是颇为努力。不错，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努力。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加入仙门之后不敢有半分松懈，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无时无刻不在勤奋。我相信这世界上有2种天才。一种是忍术型的天才，而另一种就是我这样努力型的天才。我呸，狗屎，都是靠老祖魔改的功法才能提速。韩青不知此中关节，顿时被唬住，心里颇为欣慰之感。如此努力上进的孩子，也不枉自己用心关照。王耀，你应该想从杂役弟子晋升至外门吧？我可太想了，只是师弟看门规里并未写进升内外门的法子。
莫不是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便可晋升？玉虚仙门分内门、外门、杂役，并不是你以为的那般随着年限就可以晋升。外门金丹弟子一抓一大把，便是修为再高，也不会从外门晋升到内门，一直到元婴期才可成宗门执事。卧槽，这有点坑爹啊！也就是说，我就算金丹了，也是个杂役。哼，那倒不会。杂役弟子入门10年内筑基，可入玉清宫就职进修。玉清宫。听韩青解释了以后，玉清宫是玉虚山在外的分台，享受的资源尚且不如正常外门。懂了，一本大学也有专科分校区。什么是一本大学？没事，师姐你继续讲。无论是杂役升外门，还是外门升内门，需符合3个条件：一、修仙百艺有一项天赋得到宗门认证；二、斗法之能达到同届弟子一流水准；三、对宗门有重大贡献。这3个条件对于正常弟子来说确实太过困难，但对本座来说，只能说还行吧。不过这第3点，重大贡献，不知道上交一个大成魔修残魂算不算重大贡献？你一个炼气1层的杂役弟子，吹牛也不打草稿，你走吧。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玉头为引，算吉凶，逆机缘，踏上修仙之路。师姐，这3个条件确实艰难。正常晋升确实艰难，但若是有人举荐，3个条件满足一项即可晋升。师姐的意思是，我手里就有一个举荐名额。若说正常晋升就像考研，那韩青的这个举荐名额无疑就是保研了。此名额一般都是用在外门升内门，但云梦师姐对我有恩，她托我照顾你，我定不负所托。你倒是好运气，能和云梦师姐结个缘分。云梦师姐引我入门是我的运气，韩师姐的知遇之恩也是我的福分。小子，你最好能一碗水端平。既然你的修行已经走上正轨，明天我带你去藏经阁，你可先看看自己适合修仙百艺的哪一种。修仙百艺有一专精，再加我的举荐，可入外门。谢韩青师姐。韩师姐，您手中的推荐名额，还请对江河关照1、2。师姐的修为卡在金丹初期许久了吧？这2瓶5行净灵丹有助于破境，师姐笑呢？临江山灵丹你且收回，推荐名额我已有安排，林师弟请回吧。大哥，韩师姐怎么说？这个臭娘们没同意。哥，韩师姐的推荐名额没戏吗？哼，我不知道她是想坐地起价还是如何。不过不急，刚才听她的说法，推荐名额还在手里。韩家本质上是我林家的附庸，等我回去和祖老商量一下此事。他手中举荐名额，我们是势在必得的。你这届的同门，可有在修仙百艺或者斗法上有特别突出的存在？入门1年来，同门的心思全在炼气上，并没有什么人分心修仙百艺。倒是有一个叫韩天的斗法奇才，炼气中期无敌手。斗法奇才韩天，他也姓韩。韩青的推荐名额，说不定就是准备给此子。为兄找机会帮你废了此人，免得出了岔子。你记得盯紧周围门人，哪些人和韩青走得近，哪些人可能和你竞争，都仔细盯住，及时告知。这时兄弟2人见一杂役弟子向这边走来，径直走进了韩青的住处。是他。这人是谁？上周韩青师姐带他来外门旁听，对这人颇为用心，倒是不清楚他是什么背景。哥，我需要打探一下这个杂役弟子的来历吗？杂役弟子不值一提。哥，你刚才不是还让我关注哪些人可能和韩师姐走得近？现在属他走得近啊。小何，你信我就对了。杂役弟子不值一提，听哥的，不必管他。你的福禄之道仍需精进，不然我即便为你讨到了推荐名额，也不一定能过关。回去多用心钻研。知道了，哥。宗藏经阁藏书万万卷，盘破万万清，修仙百艺，你准备钻研哪一道？倒是没有想法，一会我都看看吧。王耀心里想着明白，读书是不可能读书的，有记忆力惊人的随身老登在身，当然要让老登来读。这里就是修仙百艺区，你一会看的时候，不要光找感兴趣的，更要找擅长的、合适的。等会我再来找你。王耀随手拿过一本阵法书籍，看了几眼，感觉颇为枯燥，大部分经文典籍全是晦涩的古语，理解起来急需耗费心神。若是拿着菩提子，倒是可以快点学习。算了，还是让老登先把这些书都背下，先提升老头的文化，自己回去慢慢学也不迟。老头，抓紧背，是时候展现你大成老祖的实力了。庶子逆徒，哪有徒弟逼着师傅背典籍的？哎，今天你不就见到了？别废话，赶紧背！你现在一问3不知，怎么教我？玉小刚也不在，
他如今脑袋空空，正需要被知识灌溉，开始埋头苦背。他是大成传回，记忆力无比惊人，更有底蕴在身。那些王耀看着艰难的点子，玉小刚只过一遍就全文记住了。王耀，你这是在玩闹吗？韩师姐何出此言啊？我带你进来是为了让你学习修仙百艺，你这样胡乱翻书能学到什么东西？别说理解了，你这样连每一页的内容都看不全。师姐，我没有乱翻书，我这是在学习。我打小就聪明，看书从来都是这么看。放屁！师姐，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我有什么好急的？你不认真学，没法晋升是你的事情，我有什么好急的？师姐是觉得我没有认真看书，是在浪费时间。其实我这是一种读书法，名曰量子波动速读，运用高感知力进行量子速读，大脑会呈现动态影像，将书本内容完全储存于大脑的记忆宫殿之中，一盏茶的时间便可阅读超过10万字的书籍。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你小子还会这么厉害的读书法？这老傻子！你听那小子放屁！什么狗屁量子波动速读！老夫在这藏经阁镇守多年，上至仙家一流功法，下至凡间奇技淫巧，什么邪门之术老夫没见过。你这量子波动速读却闻所未闻。见过诸葛长老。小子，筑基修士尚且不能做到如此过目不忘，金丹修士神魂磅礴，才能如此扩印群书。你一个炼气1层的杂役弟子，吹牛也不打草稿。你走吧，小韩以后不要再带他过来了。坏了，这王耀怎么还在一直翻不停？都什么时候了？诸葛长老他不过一个刚入门的孩子，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不必多言，老夫最厌恶的就是不尊重知识之人，不要替此子求情，朽木不可雕也。万我负九转路，半句阳灭星宿，天欲灭我，我灭天，水到魔尊不是仙。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觅机缘，踏上修仙之路。听到诸葛长老说王耀是朽木，韩青心里微微不喜，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诸葛长老语气坚定，他一个内门弟子，在长老面前能有什么薄面？看来以后没法带王耀来藏经阁，这小子总喜欢说胡话。这次的事情让他长个教训，得好好教一教他。他想看什么书，以后自己带给他。诸葛长老莫要怪罪，韩青这就带王耀离开。可王耀直到现在手里还在不停的翻书，心平气和，气定神闲，好像把传功长老当空气。这时又换了一本，继续了。好小子，还在这胡闹！老夫的话真是半点听不进去，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长老误会了，弟子读书一向心无旁骛。别胡闹了。女人，让本座先装个逼！还敢嘴硬！既然你说你在学习，我倒要听听你说的量子速读是如何修行的。长老说的不错，量子波动速读只不过是弟子的玩笑之言。玩笑之言？藏经阁岂是你的玩闹之地？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量子速读是玩笑之言，但弟子确实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这110本书，弟子已用心记下。长老若是不信，不如考考弟子。好小子，真是死鸭子嘴硬！老夫在藏经阁守了多年，这些书早已烂熟于心。既然你口出狂言，我便考考你。丹药论第3章，丹火之理是之为何？说啊，刚师傅，你快开金口！等等，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老祖，我刚才记得太多了，有些耗费心神，一时想不起来。你让老祖想想。老都没谱，关键时刻掉链子。欲成仙，先拜天。天上宫阙有神仙，成仙道，道3000，毁人道，灭人间。炼仙蛊，宿命天，剑斩太白，犹定仙。半生清醒，半生癫，半生执拗，半生癫。万我负9转路，半句阳灭星宿。天欲灭我，我灭天。水到魔尊不是仙。光阴有路红莲柱，天外道魔寻香路。大爱故交有乐土，春秋蝉鸣开前路。骨生骨肉骨相连，长生天无长生仙。无悔魔心照世间，炼土炼人爱炼天。小子，你在干嘛？叽里呱啦的说些什么东西？这孩子神神叨叨的说什么？
丹药论是炼之道，我不由得有感而发。别废话了，快滚！看又急，倘若我要是记得呢？哈哈，你要是真的记得，以后不用小韩带你过来，藏经阁一层修仙百艺的书，你随便看。王耀会心一笑，玉小刚已在心中将答案告诉他，要不然还得念几首诗拖一下。丹药论第3章，丹火之理，当依草药之习。随着王耀流利的马卡巴卡，诸葛长老愣了，这小子竟真的记得。法隐之术第5节，这个啊，以法凝电，以电感。草木纲第7章。片刻后，诸葛长老震惊地看着王耀，韩青那张高冷的脸也变成了天然呆。诸葛长老已经考了王耀20本典籍，王耀竟真的一字不差，全都记得。没想到炼气期的王耀竟有如此异能，过目不忘，这是金丹修士才有的能力。你小子还真没说谎，真的一直在学。放你娘的屁！是老祖我在学。诸葛长老到底是大修士，很快回过神来。过目不忘虽说罕见，但在玉虚仙门这种妖孽横出的顶级大宗，也不算惊世骇俗。马马虎虎吧，过目不忘确实是种本领。老夫承认你没在这胡闹，但你这么走马观花，光记住了有什么用？不如好好钻研一本。只是记住没有用，你更应该看看自己对哪一种道更感悟，用心去学习一道。像你这样囫囵吞枣，终究是虚妄。弟子其实就这么看一遍，就已经有所理解了。放屁！经文典籍晦涩难懂，便是苦心钻研者都需我等传功长老指点。你要是这么快能理解，老夫算你厉害。算我厉害是什么鬼？见王耀和韩青都一脸古怪地看着自己，试图挽回面子。这样，小子，你看的不都是丹气镇服4项吗？若你真的是有某一道的绝人天赋，老夫送你一组对应的3阶法器，足够你用到金丹期。弟子这4项里对丹之一道感悟最深，还请长老提问。好，若你真对丹道悟性逆天，老夫就送你一套丹炉鼎器。你小子到我这进货来了。我王耀拥有窥视天机的神通，以芋头为引，算吉凶，秘机缘，踏上修仙之路。你且说一下对丹法初级的感悟和理解。快，刚师傅快教我。好啊，竟真的是一个丹道奇才，非常不错的丹道天赋。老夫不食言，3阶丹鼎器具送你了，丹宝送奇才，也算是一桩美谈。王耀接过法宝，丹香扑鼻而来，显然是不可多得的炼丹佳绩。这本是诸葛长老要送给自己大徒弟，不过爱才之心一起，送给王耀倒也无妨。小子运气不错，这套炼丹鼎炉对你来说相当奢侈，快收起来。多谢诸葛长老，不过炼丹炼气不分家。其实弟子在气道上也颇有心得，丹宝气宝送奇才，不更是一桩美谈。3000大道能在一项上有顶级天赋已是大幸，炼丹与炼气岂能如此简单兼顾？不过若你在气道上的天赋真能让老夫满意，这道3阶火炼符老夫也赐予你。还请长老提问。那真金炼灵诀，刚师傅教我。好小子，老夫还是小看你了，没想到竟在丹气2道上都有如此顶级天赋。这3阶炼火符，这是诸葛长老要送给自己2徒弟，此时也给王耀掏了出来。长老，我一看这3阶宝符，突然觉得自己在符箓之道上也有些起步。丹宝、气宝、符宝送奇才，这更是一桩美谈。还请长老出题。好，老夫就再考一考你。不可能了，怎会有如此3道大才？诸葛长老也是个实在人，虽然心中震惊茫然，还是掏出了一套3阶伏笔纸墨。掏出这套符法，诸葛长老心中有些郁闷，自己最疼爱的小徒弟的礼物。长老，其实吧，弟子在阵法上也略懂1二，丹宝、气宝、符宝、镇宝送奇才，这更是一桩美谈啊！请长老提问吧。你小子到我这进货来了。连最难学的阵法都不可思议，4道奇才呀！王耀这么一耍剑，丹气镇符4套家伙是算是备齐了。这诸葛长老还真大气。当师傅，你对话道、琴道、机关道之类可有了解？小子，差不多行了。琴棋书画和机关老祖可不会了，你都快把人家薅秃噜皮了。倒是可惜了。玉虚山长老修为至少化神，3阶法器对诸葛长老而言不算什么。他更关注王耀，因为王耀量子速读一遍就能精通丹气阵符。
仿佛生而知之。诸葛长老见过不少丹道，气道天才，悟性虽高，却只在某一方面突出。像王耀这样四法皆通的天才，他从未见过。妖孽，此子恐怖如斯。这小子无论怎么看都平平无奇，怎么竟会有4道顶级的天赋？实在是离谱。很简单，我是一个修道的天才。你是个屁！王耀表现得仿佛生而知之，但诸葛长老眼神突然一变，心中生出怀疑：如此妖孽之人，或许并非天才，而是被某个老怪夺舍。诸葛长老凝视着王耀，心中波澜起伏。这少年的丹气符阵4道天赋齐聚，堪称妖孽中的妖孽。甚至罕见的天灵根也未必有他这般慧根。他心中震惊，但很快警觉起来，回想刚才的问答，王耀对丹气符阵的理解固然深刻，但某些地方思路却显得古板落后。难道王耀并非天才，而是被某位古老修士夺舍了？搜魂之术对修士忌讳甚深，不仅会引起修士的极大反感，并且会对被施术者的神魂造成极大的损伤。诸葛长老不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丝怀疑就毁了这么一个好苗子，他只是用手段检测了一番王耀的灵魂，并没有发现王耀有什么异样。好，虽然灵根平庸，但悟性极佳，未来必有一番作为。若不是战队问题，老夫都想收你为徒了。可惜啊！小韩，你那里有举荐名额吧？这小子一定要提拔到内门。从杂役弟子直接晋升为内门。韩青心中一惊，但想到王耀有4道顶级天赋，仅仅外门却是屈才。好了，藏经阁关门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先回去吧。什么时候想来看书，便直接过来。小王耀，虽然你在修仙4役上天赋极高，但还要记得修仙100役皆为外道。我等修士主要的还是提升仙道修为，修艺不修仙，一切皆是空。长老说的是。丹气符阵4道天才，本想着你能有一种修仙100役的天赋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天资，还要多亏韩青师姐教导的好。你妈的，那都是老祖教的，关这女人屁事。老登愚蠢，逢场作戏、溜须拍马的道理你都不懂，你当年是怎么一步步修炼到大成期的？被他这么一提，玉小刚也觉得自己这缕残魂苏醒之后，智力似乎的确大不如前，越想越是心醉。这是你的天赋，跟我没有关系。既然如此，也就不用再等上几个月了。我现在就可以将你的推荐名额提上去，等举荐名额走好流程，就直接接你到外门。而真正晋升，就是要参与下个月的天赋考核。天赋认定分为笔试和实践，你是晋升到内门还是外门，就看你考核的成绩了。虽然你有4道顶级天赋，而且还过目不忘，但切记不要骄傲自满，记得好好参悟。这个自然。对了，韩师姐，诸葛长老之前说的那半拉子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战队问题？你倒是爱寻思，不必想太多，只是因为你是云梦师姐领回来的，诸葛长老的家族和云梦所属派系不对付罢了。党派之争吗？玉虚仙门家大业大，勾心斗角在所难免。如此说来，自己也算是云梦一脉了。气势蝼蚁，给我们的气来滋补本座。接下来的日子，王耀一口一个刚师傅，但完全把玉小刚当黑奴来用，每日的杂物全都交给玉小刚来干，美名其曰锻炼玉小刚残魂的强度。王耀则在一旁练气修行。做完每日的杂役工作，便去藏经阁修仙100役区域，让玉小刚疯狂拷贝典籍。这夜以继日的当苦力，让玉小刚有些痛不欲生。行了，现代的一阶丹气阵符，老祖差不多已经看透了，剩下的书籍很多内容都大同小异，这么多书再翻几年也看不完，差不多得了。这不才修仙4役吗？修仙100役还多着呢。刚师傅，你不再多学点？混账小子，你让老祖歇歇，老祖要睡会儿了。你怎么睡得着的？你这个年龄段，你这个阶段，你睡得着觉？有点出息没有？只有对修仙界无用之人才会歇息。喂，老登。又是王耀的修为也顺顺利利的突破到了炼气2。王耀接下来的修炼便不再浮快，稳扎稳打巩固境界，每日修行炼气之余，亦会抽出2个时辰学习修仙4役。刚师傅，你不是老说自己是修仙4役大宗师，有没有什么秘法可教？小子，现在知道我是大宗师了，整天让老祖打杂，你良心不会痛吗？速速教我100%成功率炼丹化法，凭空炼丹炼仙气的刷钱之术。你给老祖滚！你小子还真是会异想天开，就算有这种秘术，也不是你一个炼气期的菜鸡可以学的，也还是乖乖先去钻研基本的画符吧。
笔法僵硬，灌输灵力迟缓，差的太多了。你这样画必会失败，你这画的也太烂了。若是绘制成功，符纸上便会亮起灵光。现在毫无反应，显然是失败了。随着玉小刚的话，那道歪七扭八的神行符上瞬间亮起一道灵光。对，就像这样会亮起一道灵。不是，这都行。我去，你小子画的这么烂，是怎么成功的？还要我说多少次？本座乃是修道的天才。这神行符还真好用，用来跑路不错。虽然用的是最下等的符纸和朱砂，神行符亦是一阶下品符，但是有3阶伏笔的加成，这神行符箓可媲美一阶中品了。一阶中品符箓售价50-10左右，我这岂不是一本万利？这不就可以无限刷金吗？你想多了，画符哪有那么容易成功？王耀又提笔继续画了5道，虽然依旧丑陋生疏，但5道灵光接连亮起。难不成你还真是个符箓道的顶级天才？可就算天才，也没有次次成功的道理啊！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此乃本座研究出的100%成功画符之刷钱秘术，顺风顺水。你小子竟然还会这种秘术！阴神界加着菩提子，再叠加穿越者的强大神魂，3个 buff 加在一起，王耀画符可谓是量大持久，频率高。仅用了2天，王耀的制符技艺便突飞猛进，顺风顺水的气运更让王耀制符成功率是100%。玉小刚看着这恐怖的成功率，怀疑回声：你还真是修道的天才，没道理呀！神行符和水剑符王耀已经画熟，今天开始练习水剑符的相同系列青剑符。虽然王耀制符到现在从未失败，玉小刚依旧尽心尽力的辅导王耀技法。王耀不过几息就画好了青剑符，灵光闪烁，没有意外的又是成功，又成了。王耀借着手热，继续熟悉青剑符的画法。突然，你小子还有失败的时候。制符失败了，这说明气运开始下滑了。看来气运不是一成不变，4点钟集气运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芋头的卦象虽仍是4点，但我能感知到自己的顺风顺水已经是强弩之末，正在向中频运势滑落。果然。随后王耀继续画了几道青剑符，后面的符箓成功率在90%左右。本座到底还是逆天气运，运势再怎么滑落也滑不到哪去。更何况这几天本座如履薄冰，殚精竭虑的研习符箓之道，如今对一阶符箓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累了，今天就到这吧。王耀储物袋中赫然多了近100张一阶符箓，尽管气运滑落让他心情不佳，但看到这一沓符箓，王耀心里还是有些美滋滋的。这些符箓若能交易出去，便是500灵石，即便是直接给符箓阁骨折价回收，也能有300个灵石，刷钱成就达成。气势蝼蚁，那利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没记错的话，今天好像是发放修行资源的日子。杂役弟子真是凄惨啊！1月到头就这么几个。王耀刚走出杂役处，就来了3个不速之客。你是王师弟吧？来杂役处快1周了，怎么不和师兄们打个招呼？几位有何贵干？怎么跟老子说话的？小子，你不知道尊称一句师兄。哎，不要急，都是杂役处的自家兄弟，大家和睦相处。知道师弟刚刚成为炼气修士，没有护身之宝，师兄这里有几张上好的护身符箓，这不特意过来照顾师弟来了。师弟，只要1块灵石，这2张护身符就是你的了。小子，你别被骗了，这符是假的，上面根本没有任何灵气。废话，什么护身符？这3个人就是来收保护费的。哎，那个新来的王耀也要被强行拿走1块灵石了，不很正常吗？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周围杂役弟子冷眼旁观，心里有种本该如此的感觉，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快意之感，开开心心看起来热闹。你他妈聋了！师弟，快来照顾照顾师兄的生意吧，师兄现在还和你客客气气的，你没有护身符的话，说不得就要受些苦了。劫修，小子，他们是劫修，妈了个巴子的，劫到老祖头上来了，小子把他们给老祖都杀了。这老傻的，王耀心中也是恼火。本来气运下滑，心情就不好，现在还有这些小卡拉米过来寻晦气。不对，或许正是因为气运下滑，所以就有人来寻晦气。不长眼的东西，霸凌到本座头上来了。几位师兄，你们真是太客气了。3名杂役弟子相视一笑，以为王耀服软了。然而王耀接下来的话让他们脸色瞬间阴沉。但我是不会和你客气的，我不买。师弟，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吗？鸡毛谁啊？你在我这有个鸡毛面子，
卧槽，他好勇啊！他一个新人杂役怎么敢的？不过你看他，短短1周时间就炼气2层了。炼气2层又怎么了？对面有上界的师兄，可是炼气6层，这小子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了。一块灵石而已，交出去不就好了？非要自讨苦吃。想动手，我记得门规可不让同门相残。好小子，单挺飞啊！门规就是个屁！卧槽，师弟你冷静点，门规不让同门相残的。什么？是谁胆肥啊？打肿！是谁胆子肥啊？勒索本座，我指头缝里随便露出一点，购买你命！好，算你厉害！好你妈的头啊！好狗不挡道，给老子滚！都是杂役弟子，看他装的那个样子，都是这么过来的。1块灵石而已。这个王耀哪里来的这么多符箓？他好像有储物袋，肯定有背景。有背景又怎么样？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杂役弟子。小子，你好像被孤立了。多嘴，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也没必要勉强打成一片。随后来到食堂，经历这么一番霸凌，王耀则想到了王小二。一段时间不见那小子，自己在杂役处被霸凌，不知道那傻小子在内门怎么样？这是内门的师姐来我们这食堂干嘛？王耀，你看这内门的师姐表情如此冷厉，肯定是来者不善，8成是王耀惹了事端。呵呵，他今天还和上界的师兄耍横，看他一会还敢不敢和内门师姐耍横？韩师姐，你怎么来了？举荐名额已经开始审批了，你从今天开始就来外门，这样就不用再操心杂役弟子的事务。不对啊，韩师姐的表情似乎比平时要更加冰冷。大姨妈来了，你随我来，这里有些嘈杂。王耀他竟然要去外门了，怎么可能啊？这王耀他凭什么能去外门呢？王耀都要成为外门弟子了，我们得巴结他了。你刚才是不是说王耀师兄的坏话了？你等我举报你的。我没有，你别胡说。我明明就听你说了，我告诉你，你完了。别啊，求求你不要搞我啊！气势蝼蚁，那得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方才怎么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吃饭？可能是我颜值太高，他们和我坐一起压力太大吧。韩师姐，怎么看你心情不太好？有个名为寒天的外门弟子被人废掉了，他本是此届外门弟子中法术造诣最高的天才，曾在宗门弟子排位大比中展露锋芒。可现在他丹田受损，心脉尽毁，最终心灰意冷自尽了。做事前定要三思后行，且先到贵生，就算有什么打击，也万万不可如此想不开。师姐放心，惜命的很。对了，杂役处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就不用再每日做杂役任务了。从今天起，你就在外门区专心学习，不用分心其他。以你的悟性，半个月后的考核应该没什么问题。让韩师姐费心了。那个，其实每天一点杂役事务，对我来说也很轻松。你妈，臭小子，你要点脸行不行？后面的杂役都是老祖我来干的。这不是上回来旁听的那个杂役弟子吗？怎么又来了？唯一可以和我争夺荐举名额的寒天已经被大哥找人废掉了，现在更是人都没了，举荐名额应该十拿九稳了吧？林师兄，你一直想着晋升那门弟子韩青师姐的荐举名额不会给这个杂役弟子了吧？我哥说了，区杂役弟子不足为虑。这位是王耀师弟，马上就能成为外门弟子，从今日起和各位一同修行。这个杂役竟然是韩青师姐的保送弟子，我哥不是说不用在意他吗？愿师弟抽空打探一下这王耀的跟脚来历。行，我办事，你放心。王师弟留步。何事？我还是第一次见有杂役弟子晋升外门，你究竟是何等来历啊？能不能给师兄稍稍透个底？我有什么背景？本座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气运逆天的穿越者罢了。王耀讲到韩青之前的话，也说道：“我是云梦一脉的。”王师弟，你竟然和云梦师姐有关系？我的命是云梦师姐给的，是云梦师姐把我带到这。王耀的意思是说，他的命是云梦师姐给的，是云梦师姐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怪不得啊！怎么样，王耀的跟脚打听到了吗？林师兄，他的底细我打听得明明白白，那王耀是云梦师姐的私生子。什么玩意儿？谁在骂本座啊？韩青手里的举荐名额已经提交至百凡殿，流程已经启动了。我拜托二叔查了一下，那的名额已给了一个叫王耀的杂役弟子。哥就是他。今天韩师姐直接带王耀到外门来上学了，我还打听了一下他的跟脚。
临江山听完弟弟的讲述，眉头越皱越深。备受韩青照顾，实习迈入炼气期，有3名凡间先天武者传功，疑似云梦的私生子。我愚蠢的弟弟啊，为兄让你盯紧同门，关注时和韩青走得近，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吗？此等人物，弟弟你怎不早些告知为兄？哥，不是你自己信誓旦旦说那王耀是个杂役弟子，不值一提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纠结这些有的没的？现在最主要的是解决问题，这点小事你都不明白吗？亲传弟子的私生子吗？这个怕是有点难搞啊，该怎么办呢？哥，我觉得院场明说的有些离谱了。我看王耀不过一个乡野少年，怎么会是真传弟子的私生子？不对，以我无与伦比的智慧来看，如此离谱的事情，编故事都编不出来。由此可见，定是真事。再者，先天武者对我们修士虽不值一提，但在凡俗地位非同小可。强迫先天武者传功，绝不是一般凡俗势力可以办到的。况且你说王耀明明是杂役弟子，却有储物袋，还有灵石，此人绝非什么乡野少年。哥，你说的是啊，怪不得王耀会被先天武者传功，他灵根不好，定是云梦师姐为他修行做足了准备。云梦师姐小来的子，定是疼他疼的厉害。对，就是这样。哥，那我的推荐名额是不是就拿不到了？别急，为兄足智多谋，让哥来给你想办法。亲传弟子的私生子又如何？荐举名额走上流程又如何？我有一计，照样可以废掉他。我们手脚干净一些，让王耀合情合理的养上半年左右的伤，这已经走上流程的荐举名额，便可以让左老晕坐到你的头上。哥，你实在是太智慧了，我越来越崇拜你了。离天赋测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此事来得及，我现在就去找法研院的好友操办此事。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得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王耀在百凡峰的外门区域和外门弟子一起修行已有3天。说起来，外门弟子的确是有素质很多，那种嘲讽剧情并没有发生。小子，你又有杂念了，心有杂念，气息亦会杂乱，会降低修炼效率。你怎么这几天总是这样？这小子之前入定能一直保持最佳，从来都不会乱了心境，可怎么这几日拿着菩提子都不在状态了？恐怕只有王耀自己知道，这才是自己修炼的常态。前段时间100%成功化回1号，入定从不生杂念也罢，都是因顺风顺水的气运所致。可如今气运已经落回3点中平，自然被打落原形。便是有菩提子相助，入定时也会偶有杂念生出。唉，要是气运能快些升回4点就好了。下午还要在百凡殿参加一堂内门外门一起的公开课。说来也好久没见到王小二，不知道他在内门如何。那个好像是杂役弟子，怎么今天也来这听课？不知道啊。耀哥，我想死你了！你怎么能跟外门弟子一块来听课的？方青青也满脸惊喜地走了过来。3人简单交流后，王小二得知王耀有推荐名额可以升入外门，高兴得合不拢嘴。耀哥，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修为？你还没迈入炼气期吗？耀哥竟然已经炼气2层了，而且灵气积累比我还多。我才刚炼气1层圆满，耀哥你不是4品灵根吗？怎么修行比我还要快上这么多？侥幸而已。小二，你在内门过得还好吗？耀哥，有人欺负我，有个混蛋非要我当他小弟，我不同意他就揍我，我打不过他。还有这种事？是谁？那人就是一个250啊！我跟你说。怎么回事？感受不到周围的灵气了。这是风灵阵。师兄，只是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断绝灵气？一会儿长老讲话，这是为了防止我们不认真听，绝了灵气，防止我们入定走神，也为了防止会后方丹师弟子们用术法争夺，场面混乱。好了，宗门月度精神宣讲报告大会开始。上月宗能开展了10年一度的我们玉虚仙门的宗门精神救世。我这是在哪？怎么仙门还搞这套月度精神宣讲报告大会？怪不得内门外门一起开。所有弟子浑浑噩噩地听完了1个时辰的宣讲，终于宣讲会即将结束。最后，老夫再总结一点：慢慢修道途，我等玉虚弟子总会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握问题的关键，那么就一定能，或者说就已经换一句话来讲，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那么就没有了关键问题，没有了关键问题，再关键也不是问题。你们说，老夫说的对不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长老，那关键问题要如何得到解决？散会。王师弟准备好了吗？月会之后就会放单。
怎么回事？此次访丹丹香竟如此浓郁。是啊，简直胜于往日数倍。太上长老传系，不日即将出关，此事当贺。此次放丹60瓶养灵丹，10瓶宁明丹，此外还有1瓶紫云丹。竟然有紫云丹，那可是对炼器后期都有大用的丹药啊！不仅对提升修为有妙用，更是滋补上中下3丹田。我记得在丹阁1瓶养灵丹不过100灵石，宁灵丹200灵石，紫云丹售价应该要1-2000灵石吧？选到何种丹药，全凭机缘。半盏茶的时间，诸位弟子，请。机缘之光，紫云丹就是那瓶。紫云丹，这瓶就是紫云丹。小子，你真神了！这瓶丹药我叶某人看中了，小小杂役弟子速速退去。什么叶某人敢跟本座抢机缘？怎么会这样？自己明明拥有超越炼器后期的力气，况且自己还身负逆天的气，哪怕现在只是中平运势，也不该被人夺走机缘啊！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给你的气来滋补本座。你很不错，但想和我叶某人争锋，实在是愚不可及。萤火岂能与皓月争辉？你的败因就是与我叶某人作对，我叶某人的前方绝无敌手。我操，这是哪来的二货？中二到尺度爆棚的话语让王耀心中一震，只觉得一股逼气扑面而来。王耀好好打量了一下这位叶某人，此人一头特立独行的金发，后背更是印着一个大大的傲字，英武不凡，逼气缭绕。看着这小黄毛，王耀心中不禁浮现出一个绝世 ID。我靠，这孩子吃牛逼长大的吧？就在这时，王耀怀中的白玉头子猛然一激灵，这是什么情况？这小子牛逼到本座的金手指都起立了！卧槽，闪瞎了本座的眼！王耀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气焰，这是天意垂青！小子，不要跟他纠缠了，这个小黄毛是炼器11层，你现在抗衡不了。他竟然是炼器晚期，怪不得。最终，王耀选到了一瓶宁明丹，哈哈哈！紫云丹，我叶某人拿了。套了，又是叶师兄，果然还是争不过叶师兄啊！叶师兄不愧是我们这届的内门第一人啊！虽然脑子有些问题，但叶师兄实力、天赋、运气都不是我等可以匹敌的。耀哥，之前就是他折辱我，非要我当他小弟，我不从他就揍了我一顿。呵，你不错，区区一个杂役弟子，力气倒是不小。既然能参加大会，将来是有举荐名额吧？不错，我给你个机会，当我叶某人的小弟。他不仅折辱我，他现在竟然还要折辱耀哥，要收耀哥做小弟，岂有此理！这二货还要本座蜡头就拜，他以为他是龙傲天吗？你是谁？连我叶某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你真是太过孤陋寡闻了。我名叶傲天。我屌你个 M！ 龙傲天还真的是龙傲天啊！修真世界果然无奇不有，竟然还能看见活的龙傲天啊！怪不得，难怪此子逼气惊人。难怪此子天意垂青，难怪此子如此傻，难怪此子刚一见面就让本座蜡头就拜。王耀看着叶傲天，心中感慨万千。你听说过我叶某人的故事？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你很不错，我宣布，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小弟。我拒绝。他惨了。前几天王小二不就是拒绝做叶师兄的小弟，然后被揍了一顿吗？没办法，叶师兄修为又高，背景又硬，还250。耀哥小心啊！我耀天一生纵横，霸气侧漏，大地之贼。你不想当我小弟？没有人能拒绝。没有人能拒绝我叶某人。那玉虚仙门宗主也不行。啊？宗主当然可以。那玉虚仙门长老？长老也可以。那我也拒绝你。没有人能拒绝我叶某人。那宗主和长老呢？宗主和长老可以。那我也拒绝你。围观弟子们看着目的不高，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的循环。他俩到底在干嘛？终于，叶傲天沉不住气。废话少说，天若阻我，我便撕裂这天；地若来我，我便踏碎这地。你若要拒绝我叶某人，那就尝尝我的铁拳。叶师兄的修为好像又变厉害了。这里呀，好浓郁，好沉重。叶师兄虽然脑子不好使，但不愧是我们这一届的第一人。你真的要拒绝我叶某人吗？这个龙傲天不仅夺我机缘，霸凌王小二，现在还霸凌到本座头上了。小子，现在你不是他的对手，你要怎么办？当师傅，我抛出几十张清剑符、水剑符，能不能射爆他？老祖能感觉到他身上有2阶法器，他是炼器晚期，再加上2阶法器，1阶的符箓没什么用。也是，这可是龙傲天啊，高级法宝。肯定是标配。王耀心中盘算，2阶法宝他也有，但都是阴邪的魔道之物，掏出来不好在道上混。更何况王耀本身的修为不过炼器2层，根本施展不了如此高阶法技。一时间，面对叶傲天，王耀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反抗的办法。
就在这时，王耀胸口猛地一疼，怀里的白玉头子越来越烫，烫得他几乎要叫出声。这是什么情况？金手指进化了。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便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这个王耀是你朋友？他是我同乡的大哥。叶师兄就是个250，你别过去了。他是炼气晚期，本界内门第一，没人能拦得住他。真激怒他，反而会把事情闹大。他要是一生气，下手没轻没重就更麻烦了。可是这个叶傲天不仅折辱我，还折辱耀哥。叶师兄虽然天资过人，但是脑子不好使，确实惹得大家怨声载道。不只是你，还有4、5个弟子都被他这么欺负过。但我们身为修士，胸怀道心，宁折不弯，没有一个人会降低身份当他的小弟，顶多被揍一顿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错，吾辈修士道心如铁，宁折不弯。小二师弟，你之前被叶师兄揍了一顿，但是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的，你很棒。吾辈修士道心如铁，宁折不弯。我不能让耀哥一个人坚持，就算挨揍我也要和他一起。此刻，王耀正默默感悟着金手指的新技能。发动夺运技能，可夺他人气运，因果牵连越甚，夺取气运越多，每月可发动一次。王耀试探的运转这个能力，瞬间推断气运之眼也自动发动，周围无数内门外门弟子的气运皆被王耀感知，大多数弟子头顶皆是灰色的气运，意为气运平平，小部分弟子则是洁白气运，意为福运。王耀感知到自己和大部分弟子的因果平平，大概可以夺取他们1/4的气运，而王小二和方青青是洁白气运。王耀感觉到自己能将这2人的气运全部抽走，因为我救过他们2个的命，如此因果关联极深，所以可以夺取他们全部的气运。这人可是有天意垂青的龙傲天啊！如此浓郁的天意垂青气运，只能夺1/3吗？啊，等等，现在是普通同门的关系，那换个身份，是不是能抽取更多气运？既然你拒绝当我小弟，那就尝尝我叶某人的力量吧。耀哥，没事的，我支持你，我被修士宁折不弯，我和你一起扛。等等，我当你小弟就是了，你我一见如故，现在就结拜为兄弟吧。行啊，小子，你是真是能屈能伸啊！耀哥，我都宁折不弯，你怎么就弯了？你怎么能当这种人的小弟啊？小二，不用劝我，我和叶大哥一见如故，现在就结为兄弟。哈哈哈，好，我叶某人霸气侧漏，大地之之，小弟从今往后就由我叶某人罩着你。随着叶傲天话音一落，王耀感觉到自己和叶傲天之间瞬间连接起一道名为好兄弟的因果羁绊。兄弟情比血浓，现在能夺取的气运比9成还要多。我屌你个 M， 抢我机缘，霸凌我，还让我当你小弟，你是不知道，本座出来混，全凭3件事：背信弃义、出卖兄弟、照顾嫂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黑手。夺运发动。霎时，叶傲天头顶的天意垂青被突然觉得自己丢掉了什么十分重要的东西。我叶某人到底丢了什么？见王耀一直盯着自己，叶傲天也回了一个3分薄凉、3分讥笑和4分漫不经心的冷峻眼神，随即他的眼神就变了。我叶某人要好好栽培他。你只有炼气2层，未免太多我叶某人的威名。既然当我小弟，今日宗门放丹，我叶某人一给你放丹，这3瓶养灵丹就送给你当见面礼。小王，你多吃丹要多多努力，我叶傲天一生纵横，小弟也必须是有能之人。小王啊，莫要辜负我叶某人对你的期盼啊！我叶某人一生纵横，大地之贼，一身修为惊天动地，炼气晚期，怎么会原地摔跤？被夺了9成多的气运，叶傲天果然变飞球了。虽然叶傲天摔了有些奇怪，但大部分弟子的目光都还汇聚在王耀身上，他们看向王耀的目光都带上了鄙视。这个杂役弟子没点骨气吗？举荐名额怎么会给他的？他不知道吾辈修士道心如铁，宁折不弯吗？怪不得入宗时是一个杂役弟子。耀哥，你当了他的小弟，那我是什么？地中地。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便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小二，这不挺好的？免挨一顿揍，还得了3瓶丹药。 3瓶养灵丹而已，这就把骨气丢了。别说养灵丹了，就算紫云丹给我都不稀罕。吾辈修士道心如铁，宁折不弯。啊，这瓶是紫云丹？我去，真是紫云丹！当叶师兄的小弟，竟然能得到紫云丹，这。说起来，就算当叶师兄的小弟，好像也没付出什么，只是喊了一声叶大哥，就能拿到2010时的紫云丹。
大意了，就算拒绝了当叶傲天的小弟，见到叶傲天不还是要喊一声叶师兄？耀哥，你别说，这可是一瓶打1000多灵石的丹药啊！叫那傻子一声大哥，好像确实不吃亏哈。8成是叶傲天那傻子拿错了。晦气，今天竟然被一个小黄毛给欺负了。修为不如人，就是会被人欺负。今天算你小子能屈能伸，倒是因祸得福。不过出了宗门，技不如人会丢掉命的。我懂。今天虽然因为金手指觉醒夺运的技能，向叶傲天低头也是王耀为了夺取气运有意为之。紫云丹机缘亦是收入囊中，今日说不上吃亏，但当时那种无力感，王耀深深的记在心中。叶傲天炼气晚期，刚师傅，你说我什么时候能修炼到炼气圆满？你灵根一般，就算有老祖的指导和菩提子，修炼上不会有半点问题。但炼化灵气的速度和灵根息息相关，你最起码也要4、5年左右的样子。4、5年吗？要是能4、5个月就好了。你在想屁吃？老祖知道你今天被打击到了，但是修行要一步步走。话说这次叶傲天给错丹药，紫云丹失而复返，应该就是上级卦象的效果吧。小子，压抑别一直放在心上，对修行不好，多想想开心的事。你看，捡到灵石也算个高兴的事嘛。哦，又捡1块，行，还能高兴高兴。小子，这对吗？这不对吧？我紫云丹丹，我叶某人那么大一瓶紫云丹去哪了？难道那个时候我好像大概可能给错丹药了？算了，再去买1瓶紫云丹好了，灵石也还够。不是，我放灵石的储物袋呢？我叶某人那么大一个储物袋去哪了？不是，演都不演了，这都直接捡储物袋了。哪个倒霉蛋掉的储物袋？好像是龙傲天那傻子的。丢了1万灵石，丢了。没关系，11层已经圆满，突破到12层，我叶某人还可以从家族领到一笔资金。这不是内门第一的叶傲天吗？怎么被抬走了？苑长明是个好事之人，最爱八卦，急忙打探，终于从几个医疗弟子的嘴里得知叶傲天走火入魔了。这一天有30多个弟子都丢了灵石。同样是这一天，叶傲天也为纵欲过度走火入魔的小道消息在百凡峰四处传导。听说了吗？内门的叶师兄纵欲过度走火入魔了。这我看叶师兄也不像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样子啊。那不一定，叶师兄本来就有些神经兮兮的样子，到处收小弟，天天嚷嚷自己是大弟之子什么的。大弟之子，怪不得要收小弟。说起来，我昨天丢了1块灵石，真晦气。我也丢了1块，不知道为何就忘了关储物袋了。我也是呀。众弟子惊讶地发现，50多名外门弟子竟有20多个都丢了灵石。还好今天出门并没有随地捡到灵石，要是天天那么捡灵石，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人发现端倪，根本解释不清。不过既然是大吉大利的卦象，应该不用担心这邪门气运会带来什么困扰。王耀啊王耀，今天就是你变成废材的日子，怪就怪你抢了我的举荐名额。大哥，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一切安排妥当。这小子今日之后便是废物一个了，举荐名额谁都抢不走你的，我的好弟弟。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便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今日先讲到这里，下课。陈师兄，你怎么来了？没什么，今日我来百凡峰外门是想找个炼气期的弟子配合我做研法实验。果然来了。这人是谁？什么研法实验？师兄是我们宗门法研院的，有时会召集一些弟子做一些演练功法阵法的实验。法研院会在宗门任务堂发放任务，若是等不及，便会直接来各峰召集志愿弟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法研院的内门弟子陈子杰。众所周知，我等修行的功法并非一成不变，需推演优化，且尚有新功法需要研究。玉虚山法研院就如此而设立。这次我需召集几名炼气期的志愿弟子做研法实验，若研法成功，可极大提升志愿弟子的修为境界。如何？有人要想报名当志愿者吗？听到可以快速提升修为，有些弟子面露迟疑，但还有些弟子有些雀跃欲试。陈师兄，也请把研法风险和弟子们说一下吧。我记得你之前的实验好像就失败了。风险倒也不大，若是失败，可能会经脉和神魂受损些，绝对不会有生命风险。你管这叫风险不大？原本有些被说心动的弟子，顿时都冷静了下来。
参与这研法实验回报听起来一般，风险倒是一点没少。可本座现在欧气加深，按理说应该只有回报，没有风险。这会不会是大吉大利运势下的机缘啊？没人要报名吗？这次研法实验有些着急啊，我至少要找一个志愿者的。既然无人报名，那就没办法了。那名杂役弟子就你吧，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大哥真是好手段啊！陈师兄，就算你的研法实验很着急，你这样强行征召也不合规吧？他是杂役弟子吧？我们法研院可以直接征召杂役弟子做志愿者，有何不合规？本座昨天还在烦恼自己境界低下，今日就有提升修为的研法实验，而且这陈师兄谁也不找，唯独来找我，这是什么？这明显是大吉大利带来的贴脸的机缘啊！这我还犹豫个鸡毛？好，那我就和陈师兄一起做研法实验。陈师兄，法研院确实有权强制征召杂役弟子研法，但王耀是韩师姐荐举的候补外门弟子，这件事还是等韩青师姐回来再说吧。王耀师弟不用担心，不想当志愿者就不去。这小子是救过你命吗？这么护着他，给我逼急了连你一块。谢谢杨师兄，不过就算陈师兄不找我，我也准备报名的。王耀师弟，研法风险很大，我知道你灵根资质一般，但不能想着走捷径，修道艰难，要脚踏实地，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师兄，我明白了。你明白就好，我一定脚踏实地的帮陈师兄做好研法实验。你明白个的啊！还是等韩青师姐来了再说吧。王耀此时已经完全把这事当成了大吉大利带来的大好机会，怎会轻易错过？参与研法实验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仙道进步的一大步。师兄不必多言了，为仙道进步而献身，我辈义不容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事一出，不仅外门弟子激动，杨礼也感到浑身鸡皮疙瘩立即。他顿时对王耀高看一眼，若无这等高尚觉悟，万万做不得此等绝句。谁又能知道这是王耀上辈子小学生都会几句的诗词？好一个为仙道进步而献身，王师弟说得好啊！既然王耀自己都同意了，杨师弟你就不要再阻拦我们了。这次做实验时间还是很紧张的，他有此等觉悟，我又岂能阻拦？不过陈师弟，你定要护好王耀的周全。也罢，我跟着去看看。这杨师弟不过一个待客的，竟如此上心，还要跟过来看看，无妨。实验流程完全合规，只要实验时找个借口让他出去就好了。杨礼心中也有些疑惑，虽然他和韩青是朋友，但也不至于对王耀照顾到这种地步。可不知为何，今日看王耀，怎么看怎么觉得顺眼。杨礼也留了个心眼，出发前就已用传讯预简给外出的韩青发了个消息，将此事告知。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利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杰哥，你回来了。杨师弟、王师弟，这是我的助手范斌，负责数据推算、阵法调试。彬彬，你让王师弟签一下字。王师弟，这是此次研法的志愿者责任书，你签个字吧。范师兄，不知道一会我演练何种功法？是杰哥研究的一套多人修炼大法，一会你和杰哥二人一起研法，合合而修。合合而修，我勒个杰哥，我勒个合合而修，大吉大利就给本座搞个这个机缘，机缘是吗？这大吉大利的气运果然邪门，我不当研法志愿者了。难道他看出来我要借研法之由把他废掉了？王师弟，你怎么了？出这么多汗，让我康康。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我玉虚仙门乃名门正派，仙道魁首，你是何方妖孽，竟混入门中，研究如此邪法？你等我去执法殿举报你。举报我研究邪法？我这乃最正宗不过的仙道正法，有何可以举报？仙道正法，就算阴阳相合，天地大道，你这龙阳搅屎棍的妖法还不够邪门？待我请执法殿长老将你镇压。王师弟，你说的那种修炼，特指阴阳道，跟我刚才说的修炼根本是两回事。我们法脉讲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催动气机，相互印证即可，并不需要那般你中有我。是吗？抛开研法风险，陈师兄研究的课题确实如此。当师傅，你怎么看？他说的不错，老祖觉得没什么问题。行，那我们继续吧。尼玛，这他喵的果然还是邪法吧？这是天轨祭献阵，不错。若说灵气交互转换，这天轨祭献颇有可取之处。这半年来，我将这阵法改良，和我的修灵阵结合在一起，这便是第二代修灵阵了。陈师兄，此等邪阵研法是否太过不妥？改良过的阵法我已经在法研院报备过，阵法优化后不再有祭献之用，只保留了灵能转换，添加了气机交感的功能，而且是我占据线位，王师弟在阵法末端不会有危险的。
为了保险，叠加一层护灵阵，可保王师弟安全无忧。如何？一切合规，风险可控，还请师弟在研法室外等候吧。杨离想了想，这次研法已有法研院准许，还有护灵阵做保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便不再多说。演练开始。随着两人同时运转玉虚炼气卷的行气之法，范斌也开始控制阵法。修灵阵将两人的气机衔接在一起，王耀和陈自杰气机相互转换，两人皆是面无表情，无悲无喜，心境平和下。王耀和陈自杰的气机逐渐达成了一种同调，王耀感受到了陈自杰的气机。继续保持吐纳。又一个周天之后，同调稳定，气机验证同步率提升。就在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突然王耀体内的灵气已经开始乱窜，似乎有崩溃的征兆。王耀想说话，却张不开嘴，行岔了气，走火入魔。王耀浑身麻痹，好像瘫痪了一般，研法失败了。研法的阵法完全没有问题，按理说是会成功的，可惜我受人所托，要怪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失败了，不应该啊！王耀不敢相信，他身负大吉大利的卦象，怎么会出错？刚师傅，这是怎么回事？阵法没有问题，似乎是那个主阵之人从牵引气机时出了岔子。杰哥，你们的气机不知为何行岔气了。杰哥，不行了，再这样下去，王耀师弟的修为已经开始下降了。没事，我就快调整好阵法了，要的就是他王耀经脉受损，修为尽失，只要护灵阵一断。修灵阵在陈自杰的错误的运转下不断颤抖，稳定性亦是不断下降。终于，修灵阵与护灵阵的均衡都被打破，复合阵法再也维持不住。护灵阵那悠悠的蓝光渐渐熄灭了。师兄，护灵阵失效了，再这样下去会对王师弟造成很大的损伤。不用管护灵阵，再等等，我这边已经快调整好了，继续加大阵法功率。这个课题成功，可是能造福千万修士。王耀师弟说过，为仙道发展献身，我辈义不容辞。滚！为仙道发展献身，我辈义不容辞。师兄，我懂了，阵法功率再加大。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王师弟，你可别怪我，修真界本就是残酷的，很快就快结束的。怎么会？这次的阵法反噬怎会如此严重？我是筑基圆满，走火入魔的概率也是100中无一，不应该啊！还不及细思，陈自杰惊恐地发现，修灵阵在自己错误的运转下，居然变为了原始版本天轨极限阵，而法阵极限正是他陈自杰自得。混蛋！偏偏这个时候，和王耀一样，他的身体已然麻木，只有眼睛可以转动，话都说不出口。这死阵给我停下！操！再这样下去，我就快被吸干了。咦，杰哥，你这是把阵法调整了吗？我这边要降低阵法功率吗？杰哥，你不用说了，我懂你。为仙道发展献身，我辈义不容辞，加大阵法功率。蠢货！成了，成了，陈师兄，我们研法成功了，快看啊，王师弟修为在暴增。成鸡毛，这他喵的是献祭我的修为！咦，陈师兄，你怎么跌破筑基了？这是怎么回事？陈师兄，你懂为仙道发展而献身，我辈义不容辞，加大阵法功率。操，还来！再这么下去，我要凉了。陈自杰欲哭无泪，境界从筑基跌到炼气期，察觉到自己连生机都开始被献祭，他心里一咬牙，拼尽全力调动一丝神识，试图强行引爆了这座法阵。王耀，你还好吗？韩师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了？我好像炼气9层了。研法事故发生后，三人最后都被送往了玉虚仙门的医疗堂口。经抢救检查，陈自杰还是没了，范斌则被炸了个大残，而王耀状态好的一塌糊涂，不仅毫发无损，更是修为猛增，已经7岁，已达到炼气9层。牵扯到魔道阵法天轨极限阵和那门弟子生死的事情，引起了仙门执法堂的关注。作为当事人，王耀刚从回春堂出来就被执法之事传唤。你的意思是陈自杰自己把自己给祭献了？是啊，他大喊着什么为仙道献身，我辈义不容辞，就把自己给祭献了。把自己祭献给你，算个毛的为仙道献身啊！此言差矣。木叶非舞之处，火亦生生不息，火光会继续照亮这个村子，并且让新生的树叶发芽。陈师兄虽然枯萎飘落了，但那将会成为新的叶子的养分。在陈师兄眼里，可能我们这些炼气弟子才是未来的希望。好像有点道理。
有个毛道理啊！那陈字节要是有这么伟大，干嘛要引爆法阵？这我就不知道了。执法叔叔，我就是响应陈师兄征召的志愿者，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应该问问另一名法研院的师兄们。最终，结合王耀和范斌的说法，以及现场的种种证据，事情终于定性。所有证据都表明陈自杰所科研的阵法不够稳定，研法发生了事故，修灵阵变成了原版天轨祭献阵。陈自杰因走火入魔，动弹不得，为求活命自爆法阵，却身在阵法中心，又被祭献的五劳气伤，最终当场被炸死。阵外的范斌被炸伤，而王耀因祸得福，一步登天。如何？执法执事没有为难你吧？没有，就简单问了一下情况。谢谢韩师姐关心。你还真是命大，连研法这种事情都敢参加。失效的护灵阵刚好在陈自杰自爆阵法的时候运转起来，若非如此，你也会被这二阶阵法直接炸死。韩青越说，表情越冰冷，到最后化为了斥责。我前几天不是才跟你说了吗？做事前一定要三思后行，先到贵生，你怎还如此？尽管韩青的语气严厉，王耀却感受到他真切的关心，心中一暖，装出听话的样子，任由韩青斥责。韩青见王耀委屈巴巴的样子，缓和了语气，关心道：“你一定要以此为戒，日后稳重行事。你也算是因祸得福，一下被提升到了炼气圆满，但根基不稳，对灵力掌握极弱。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好基础，这段时间再不可提升境界了。”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利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林江河今日十分高兴，他的修为在昨日突破瓶颈，达到炼气6层。修为达到炼气6层，可去仙宝阁挑选一件一阶法器。但更让他开心的是，因为王耀被带去研法一事，林江河偷偷打听了一下，昨日研法堂出了一起十分严重的事故，具体信息被执法堂封锁。但在他想来，应当就是王耀参与的那场研法实验出事了。王耀8成要躺上个半年，那举荐名额便可以动用家族力量运作到我林江河头上了，想想还有点小兴奋呢。那是王耀，他不应该在回春堂躺着吗？难道陈自杰失败了？不对，我是炼气6层，竟然探查不到他一丝一毫的修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耀被废了啊！王师弟，我听说昨天法研院出了一起严重事故，不会是你参加的那实验吧？他谁啊？我跟这人也不熟啊，他就来关心我，这人还怪好的嘞。就是我参加的实验，也确实出了严重的事故。没想到一次研法实验竟然让你的修为变成这样，想必你也不太适应吧？一下变成这样，确实不太适应啊。被废了，怎么会如此平静？他不应该面露愤恨，满腔绝望大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才，对吗？”难不成是太过绝望，反而心如死灰？或者说只是修为尽失，但经脉没事，还能再练回去不成？王师弟，你的修为近期还能提升吗？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是没办法再提升了。得到这个答案，林江河心里乐开了花。他知道举荐名额不可能给一个修为全无经脉受损的废人。虽然研法实验出了事故，不过人没事就好。哎，人怎么没事？都已经没了。没了？什么没了？应该是说他的修为全没了。哈哈哈哈，稳了。几句试探下来，确定了王耀被废。林江河几乎都笑出声来，不再装模作样，开开心心的去和大哥林江山报喜讯。我修为提升到炼气9层，他就这么替我开心吗？本以为你小子要花个4、5年才能走到炼气圆满这一步，没想到竟然能遇上这种事情，真是邪门了。老祖还真没想到你用这邪门方法直接就炼气9层了，你可真要谢谢那个陈自杰。这个陈自杰祭献的时候也不知道给我修为弄扎实一些。小子，你现在浑身上下的修为都是你同门弟子的生命所化，那个陈自杰命都没了，你小子还在纠结自己修为虚浮。那陈自杰有取死之道，就是活该。那日一直出言阻止停止阵法，那表现就好像要把自己弄死在研法室里一样，明显就没打算让自己好。但也不应该啊，自己和他无冤无仇，也没什么仇家，没理由会被人搞吧。韩青师姐说过，外门前段时间有个弟子也是被人废掉，昨天若是没有意外，自己也会被废掉，这是巧合吗？看来今后还是要小心一些。王耀，你一个法术都没有学会，刚好这段时间打磨修为的同时学习一下法术，这样比起你单纯搬运灵气更好些。
你这么一说，倒是忘了这些事了。炼器卷里只有一些基础法术，更上档次的术法，到了炼器3层才可以去藏经阁挑选，而到了炼器6层，可入仙宝阁领取一阶法器。王耀记得万妙峰另一侧，仙宝阁的所在之地至少有10道机缘之光，就是不知道是否在仙宝阁1楼。想到这里，王耀眼睛一亮，刚好趁着如今大吉大利的无敌运势，去仙宝阁摸下机缘。林师兄，找到了，在甲子96号库藏一阶防护法器黑玄盾。大哥，你来了，小弟为兄特意给你挑选了一个极品防御法器黑玄盾。等一会宝阁上架之后，你就去挑选，你且等半盏茶的时间便去宝阁挑选。谢谢大哥。哥，我还有一个好消息，王耀已是废人一个，现在让二叔把荐举名额操作成我的吧。真的吗？陈思杰到现在没和我报信呢，你怎么知道的？真的，我亲眼所见，我还去试探了一番，我十分肯定那王耀已是修为全无，而且他还亲口承认自己近期无法再提升修为，此事稳了。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得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看来陈自杰这事办得不错，如此就好。废人是不可能拿住荐举名额的，我现在就去求二叔操办此事。大哥，真是拜托你了，你对我真好。他知道仙道家族家大业大，亲情味道都很淡，就算他亲爹对他都没有多亲，位高权重的二叔则更是没搭理过他。只有他这个大哥，凭借那门弟子的身份，在族老那里才有些面子。大哥，二叔他怎么说？别急，为兄这就看。蠢货！研法堂确实出了事故，但出事的人不是王耀，而是那废物陈子杰。王耀还阴差阳错直接修成了炼气9层，你还好意思让老夫举荐你那不成器的弟弟？是想让老夫颜面尽失吗？大哥，怎么了？二叔操作不了吗？临江山正欲说些什么，就见一个杂役弟子朝着仙宝阁走了过来，来人正是王耀。你是第一次来，你这弟子怎么炼气9层了才来仙宝阁领取法器？因为之前没来，所以炼气9层才过来。杂役弟子修为达炼气4层，持身份令牌，可在1楼任选一个法器。说罢就带王耀进了仙宝阁。这就是你说的已是废人一个的王耀。今天我感觉不到他修为，竟然是因为他炼气9层了，这怎么可能呢？大哥，那现在还有办法吗？小弟不必慌张，你若是遇上这点事就灰心丧气，为兄还怎么培养你干大事？炼气9层又如何？为兄身为筑基圆满的内门，一技不成还有一技，算计一个炼气弟子有的是办法。你让为兄思考一番。等等，王耀要去挑法器，黑玄盾，糟了，黑玄盾还有10秒钟上架，小弟你快去选，在第5排。虽然都是些一阶的炼气法器，虽不比你储物袋中的那些一阶剑气要好上很多，但做工都还不错。考虑到你已有剑气了，老祖还是推荐你选一个防御法器。王耀，这是一个质量极高的法器，这个盾牌比其他的法器要高出一个档次。你小子运气真不错，就选这个新长出来的。王师弟，这个盾牌我看上好久了，这是我的。这不是上午为我修为提升而高兴那哥们吗？王耀，这小子敢夺咱们的宝贝，给老祖杀了他，把他杀掉。又来，我看你这个老登才是沙雕。小子，你怂什么？把他杀掉！王耀懒得搭理玉小刚，反正自己也不是想要那法器，虽然那盾牌成分也还行，但绝算不上机缘。小子，你一直往后面走干嘛？越往后的法器越旧了。说话，臭小子，你冷暴力老祖！你不也是个老旧的老残魂了？怎么还自我歧视上了？你这数字，反正都是一阶法器，大同小异，还不如挑个有些年头，说不定能捡到什么漏。哪有那么多漏让？难道又是那神秘的吸引力法则？这小子不会又吸引到什么机缘了吧？看来就是他了。水灵剑一阶防护法器，注入灵气可生成水波护身。刚师傅，这个防御法器怎么样？垃圾一个，上面的灵气都所剩无几了，完全就是个废品。连玉小刚也鉴定不出来吗？王师弟真是慧眼啊！这戒指可是1层的看家之宝了，逆天无比。我觉得王师弟你选这个戒指就对了。此人竟然能看出这个戒指的不凡，
哦，师兄可有何说法？在下临江河，实不相瞒，我兄长便是仙宝阁主管，对这一层的法器了如指掌。师弟，我告诉你，这片区域的法器可谓是历史悠久，乃大有来历之物，开门的很，说不得哪一件就是正宗之宝。就好比这把剑，乃开天剑尊早年所用，若选择此宝，说不得就能悟出一道无上剑意。再看这法器，乃阴道大能虚坤真君的一件本命之宝，轻轻击打会有鸡啼凤鸣，攻防一体，蕴有阴道精髓啊！还有你面前的这枚戒指，坏事了，编不下去了。师兄，你接着忽悠，不，接着说，我听着呢。这戒指也大为不凡，说不定就是哪位老祖宗所留，蕴有一些传承或是香火情呢？是吗？可若真如师兄所说，这些宝贝又怎会放置在这千百年也没人选取？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缘分啊。而师弟一看就是大有福缘之人，唯有气运滔天之辈才能发现其中妙处。这些正宗之宝便是和师弟你有缘啊。王耀心中古怪，他已经判断出临江河是在胡扯，虽不知他为何要诓骗自己，但这话却是阴差阳错说对了。好，那我就选这戒指好了。一层最后面的区域都是一些回收报废的法器，大部分都非常难用。师弟你怎么选的这个？可需师兄我给你换一个。老祖都说了，这戒指是个垃圾，你还不信邪？谢谢师兄，但是不用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戒指跟我投缘。炼气9层才来选法器，还选了一个报废的戒指，你这弟子还真是莫名其妙。你可不要后悔，出了宝阁再来换，可是要花很多灵石的。这是我宗的道中，钟鸣9下，是哪位太上老祖出关了？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利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咦，这老头是在盯着我看吗？大成，这是大成的气息，小子你好自为之。拜见老祖宗，恭喜老祖出关，恭喜老祖出关，拜见老祖宗。被这老头盯着，怎么有种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被看穿的感觉？让本座也看看你们。没想到大成修士的气运也可窥探，看来金手指的上限远远不止于此。这气运比天意垂青差上一档，但也是一等的强运啊！缠死本座，黑死气运，是看错了吗？都起来吧。拜见宗主，这人就是宗主啊！玉虚宗主怎么看起来也不是很虚啊？诸位弟子请起。见过师叔，不知师叔出关后怎先来这仙宝阁？老道闭关30年，略有所悟。此次出关之前，想到往日的一份因果。老道年轻时也有过一段刻骨的姻缘，可惜天不遂人愿，世间万般皆无奈。老道的道侣因病而逝，本以为1000年的时光足以将这份感情埋葬，可此次闭关略有所得后，往日的记忆越发清晰了。看来这份感情，老道还是不想忘却啊。宗主看老祖宗的目光一直放在王耀身上，恍然大悟：难不成师叔你此次闭关已领悟轮回之道？此子就是你当年道侣转生？我靠，这宗主脑子被核桃夹了吗？难道分析错了？是失职失言了。老道曾经和道侣共筑2枚戒指作为信物，一枚被带进坟中，而另一枚老道当年心灰意冷下丢进了仙宝阁窟窿。原来如此，机缘竟是印在这里吗？有趣。那个老祖宗，你说的是这枚戒指吗？孩子，你现在是这枚戒指的主人，老道不会白拿，可以用其他法宝换你这枚戒指。你想要什么法宝？老祖宗当面的机缘可不能浪费，寻常的法宝靠金手指早晚都能得到。有了，弟子不要法宝，弟子有丹气镇服4道顶级天赋，悟性逆天。老祖宗可以收我为徒吗？老祖师叔真要是收你为徒，你一个杂役弟子岂不是跟我同辈了？这孩子倒是滑头，老道已不再收徒了，只用物品与你交换，法宝、功法、灵丹妙药都可。只能用物品交换吗？那我要极品仙器。孩子，你搁这许愿。谁他妈招进来的杂役弟子？极品仙技，整个修真界能找出来3个吗？真是贪得无厌。宗主心中本有些不满，想斥责这杂役弟子1、2，可心里莫名其妙，觉得贪得无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居然觉得这年轻人有想法，敢想敢说，前途无量。这小子还真敢要，拿一阶法器换极品仙器，这小子还是人吗？什么一阶法器？那是老祖宗美好的回忆，乃无价之宝。
极品仙器老道没有，你换一个。我要九转金丹，没有。我要无上仙金。大乘法宝，大乘法宝，老祖宗总有吧？给你大乘法宝，你拿得动吗？这是和你金水灵根适配的4阶灵宝和功法，你且收好吧。多谢老祖赐宝。你这弟子倒是运气不错，师叔赠予你的这一法一宝都很适合你。那4阶灵剑名为清渊，被老祖施加了封印，能完美发挥适合你修为的程度。你不用担心修为不够祭不出剑来。不过这些都是外物，不要太过迷恋，唯有修道为真。谢宗主指点。此刻的临江河从里到外，那叫一个格外的难受。见王耀得了一柄4阶灵剑，比他丢了一把4阶灵剑还难受。一想到是自己怂恿王耀选的，临江河气的都想吐血。4阶灵剑啊，乖乖！王师弟你也太会挑了，随便挑了一个报废的法器，竟能得来老祖宗的赏赐。侥幸而已，本来想老祖宗能赏个仙气玩玩，现在只拿了个4阶灵剑，凑合着用吧，没什么大不了的。王师弟，你这灵剑能让我看看吗？没什么好看的，宗主说了，这不过都是些外物，师兄你就别看了，免得看了迷恋上这些外物。大家也不用羡慕我。说起来，我要谢谢林师兄的指点了，若不是林师兄一个劲的让我选这戒指，我可能就和老祖宗的缘分擦肩而过。谢谢你啊，林师兄，你说的真准。哥，我咽不下这口气啊，你还有没有办法废了王耀？不慌，为兄计谋多得很。我有一计，王耀虽然靠祭献阵法提升到了炼气9层，但修为一定不稳，魂魄也没有炼气后期修士应有的强度。为兄有一攻魂秘术，待为兄晚上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此秘术攻其神魂。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利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别装死了，喂，刚师傅。老壁灯，你喊魂呢？喊！你不老说自己是大成老祖吗？见到活的大成就被吓成这样。庶子，这是老祖的智慧，我这叫避其锋芒。老头，你让我别选那戒指，你看我用戒指换的这4阶灵剑和这极品功法。王耀，不对劲，这真的很不对劲，你到底怎么办到的？什么怎么办的？就你之前的那些行为，捡菩提子、捡灵石，还有今天用垃圾戒指换灵宝，这些事情你不觉得很诡异吗？那咋了？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你小子不会有什么妖术吧？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来路上又捡了1路灵石？老玉啊，你不记得我给你说的吸引力法则吗？王耀，你好好给老祖讲讲那什么吸引力法则，这到底是何种法则？也太过逆天了。那本座就和你好好讲一讲。吸引力法则是宇宙最伟大的法则之一。吸引力法则告诉你，你感觉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就是相信的力量。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他的高度。你可能不信，那你想想看，你曾经是大成修士，这大成修为难道是一出生就有的吗？不，首先是因为你先想要变强，你想要成为大成修士，你才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就是相信的力量。相信是一种力量，相信是一种智慧，凡是相信就可以普度众生。听懂掌声？有道理啊。大哥，神魂交锋十分险恶，你只有筑基期，强行神魂出窍攻人魂魄，风险太大，万一被发现更是不堪设想。不然咱们再换个办法。放心吧，弟弟，此秘法并非强行神魂出窍，而是暂时分出一半神魂之力，化作一种名为魔魂的状态来攻敌。魔魂来影无踪，非常隐秘，就算是被人发现，我亦可散去魔魂，便是幽魂被人击碎也不碍事。只要此术不被瞬间破解，我都能将神魂之力归于天地，如此不会伤我根本，安全无忧。哥，咱们宗门高人众多，不会有高人发现你用魔道术法把你这术给破了吧？我愚蠢的弟弟啊，此乃我游历时在一处远古遗址所得的上古魔道秘术，8成都已失传。若是一些魔道的老魔头，还有可能将其破解。咱们仙门哪有这种人？不会有事的。哥，你咋了？哥，你别吓我，你醒醒啊！老祖悟了，只要我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老祖现在是残魂，需要滋养魂魄的生魂，最好是同为魔道的魂魄。你说老祖一直坚信就能得到吗？这就要看你的悟性了。我魂幡里还有不少鬼魂，不能给你补充残魂吗？不行，魂幡里的魂魄早已没了生机，老祖必须要生魂才行。那你就用吸引力法则好好坚信吧，一信一个不吱声。老祖能得到生魂，老祖能得到生魂，老祖能。
真的有用。老祖感知到了附近有野生的生魂，还是魔道的那种，正在往我这飞，这是被老祖吸引过来了，哈哈。这特么正道仙门哪来的魔道生魂？有用有用，魔魂已经飞到屋门口了，结，野生的魔魂送货上门。不对劲，他是玉小刚，又不是星宿离火旺，怎么可能想啥来啥？老玉，你确定这玩意是野生的魔魂？他刚才是不是冲我来的？你别说，口感也不正宗，这的确不是野生魔魂，这是魔道秘法所化，有人用秘术偷袭你小子。这一波又一波，绝对是有人想要搞本座。妈的是谁？谁跟本座有仇吗？本座身上有什么值得被搞或者被觊觎的地方吗？是因为今天在仙宝阁得到了4阶灵宝和极品功法？不对，陈字节的事情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想加害于我，那么只有这3种可能：一、觊觎本座的保研名额；二、本座天赋异禀，木秀于林；三、本座太帅遭人嫉恨。最有可能的应该是第3点吧？狗屎！那么我来验证一下，看看到底是哪种可能。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原来是因为这个吗？小子，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哪有你这么推算的？推算之能需要你接触制道才行。你个老登，懂个锤子！本座这是用运道来模拟制道推算。老玉，你生前应该不怎么精通制道吧？想不起来了，似乎是不太通。我看你就一副弱智样。王耀仗着自己运势大吉大利，直接用运气来确定可能性。他估计这准确率应该能达到90%还要多。临江河，原来如此，这下都能说得通吗？想必临江河要争取保研名额，所以找人搞我。参与之人说不定还有其他人。临江河，林家，本座记在小本子上了。半个月后就要举行晋升内外门的天赋测试了。若是等运势滑落到3点中平，甚至是3点以下，现在无所谓的一些威胁，那时候可就麻烦了。还是要尽快提升力量才行。刚师傅，你快把这极品功法学一学，学好了好教我。太寒玄金诀，小子，这功法真不错，分为3大部分：灵力功法、配套术法，还有一个老祖都想不到的灵根转化法。这确实是极品功法，王耀，这简直是为你量身定造啊！怎么说？灵气属性转化之时，可以将你虚浮的修为压实一遍，便不会有根基不稳的问题。还有这后面的灵根转化之法，老祖觉得这可是这本功法的精髓了。灵根转化之法竟可以提升灵根资质，你且等老祖好好研究研究。本以为这次的机缘是4阶灵剑，没想到这极品功法更是大头。本座唯一短板就是先天灵根了，若是可以提升灵根天赋，本座岂不是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这神行术比符箓版本要快上不少，那么水剑术应当也是更上一层。不等我！玉小刚已将太寒玄冰诀炼气期、筑基期的内容研究的差不多了，便开始为王耀授课。你现在修行的玉虚炼气卷为无属性功法，适合所有灵根，炼出的灵力纯粹，包容性强，但相对的无法适配你的灵根，修炼速度就会偏慢一些。也是，都大半个月了，才修炼到炼气9层，确实慢了点。小子，休要装逼，这特么是你自己修出来的吗？这太寒玄冰诀是金属性和水属性的功法，和你的灵根契合，你无需炼化其他3种属性的灵气，修炼速度会比原来快上很多。灵气心法，你且听老祖道来。转修心法一开始会有些不适应，谨慎行气，当心失败走火入魔，尤其是灵气炼入五脏之时，金水对应肺肾，你需要听。已经转修成功了，好，很好，接下来你就不用担心修为不稳了。每行气1个周天，原本的玉虚灵力都会慢慢转化为太寒灵力。还有提升灵根之法呢。你太寒灵力不足，无法修炼，你先将太寒玄冰诀练到炼气后期，大概炼气7层的时候就可了，也用不了太久。老祖估计了一下，大概7期49天就可将灵力转化完成。当师傅，你说太寒诀是金水双属性，那我在金水灵气充足的地方修行，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你小子倒是聪明，若是平时倒是没有特别大的差距，但转化灵力这一步，在金水灵气充足之处修行，能大大缩短时间。这样，你拿出200块灵石来，老祖给你布置个双属性的聚灵阵。不用，宗门里有专门的练功房，不仅安全有保障，更是灵气充足，事半功倍。不过眼下身份令牌终归是杂役弟子，还没有权限去。得嘞，去找韩师姐走走关系吧。你倒是有心了，还带伴手礼，我还正要找你。说来也巧，丹阁那边上架了好几瓶淬灵丹，这种丹药数年都不炼制一瓶，我帮你买了1瓶。谢谢师姐，多少灵石？不用了，你不是买了灵果吗？就当是谢礼吧。王耀先和韩青聊了聊天，顺便向韩青打探了临江河的事情。得知临江河有个哥哥叫临江山，还找过韩青要过举荐名额。王耀心中有了谱，又听到韩家和林家的关系相对密切，同时顾虑到玉小刚的存在，王耀迟疑了一下，放弃了举报的想法。怎么突然对林家这么感兴趣？没什么。说起来，昨天还听到一件趣事，老祖宗一出关就赏赐出去一件4阶灵宝和一部极品功法，也不知哪位弟子这么幸运。4阶灵宝啊，我连4阶法器都没有见识过，想必能让老祖赏赐的弟子定是人中俊杰啊。是啊，一定是人中俊杰。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得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对了，韩青师姐，我想去百凡峰的练功房闭关修炼几天，但我的身份令牌应是不够资格。师姐可否帮我挂个号？你现在要打磨修为，不要一味的追求境界，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空中楼阁岂能长久？师姐，是这样的，我得到了一部功法，照转修灵力，需要在纯粹些的金水双属性灵气之地修行，如此事半功倍。玉虚炼气卷是我宗传承改进许久的标志性功法，已是十分上等的法门。你若仅仅是为了扎实根基，转修了低劣或者传承不够完善的功法，可是得不偿失。修为越高，转修越为艰难。你转修了何种功法？喏，就这个了，还请师姐过目。这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法诀。怎么样，韩师姐，这功法你能学吗？我原本还担心你，看来是我多虑了。我是水属性灵丹，五行无阶，修此功法反而事倍功半。不过里面的一些法术，我倒是可以学习一下。若是对师姐有用，尽管考一份。里面的一些秘法可能对我冲破瓶颈有帮助。王耀，谢谢你，这么珍贵的传承，你都愿意向我分享。嗨，咱俩谁跟谁？王耀，这种等级的功法世间难见，你从哪里拿到的？老祖宗出关时赠给我的。怪不得，原来是老祖宗的传承。哎，等等。对了，刚才师姐不是说没有见识过4阶灵宝吗？哎，今天你就见识到了。师姐，不仅见识，随便看，随便摸，甭客气。那个得到老祖赏赐的弟子，竟然是王耀。韩青都开始羡慕王耀了。3阶以下的法器，无论是材料还是炼制工艺都很简单，而3阶以上的中3境法器便不能再批量化打造了，每一件都需4阶炼气大师用心锻造，而这还只是法器。王耀得到的是灵宝，4阶灵宝运有剑灵，内有神通，价值不可估量。这确实是把好剑，若是师姐喜欢，我借给师姐用就是了。快拒绝，快拒绝！我不是剑修，平时佩剑只是施法之用。如此珍贵的灵宝，你要好好保管，切不可随意外借。吓死宝宝了啦！韩青师姐没有辜负本座对你的信任呐。知识我是不介意分享，你学会了，我也学会了，那就是知识乘2。但是灵宝借你了，本座可就没了。师姐对我有恩，又怎是随意外借？那借不借云梦师姐呢？这特么是什么问题啊！冷静，冷静，冷静！人生3大错觉，手机震动，我能反杀，他喜欢我。王耀啊，王耀，淡定点，你现在还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韩青师姐怎么可能会对我有那种奇怪的意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然会借，云梦师姐对我也有大恩，我的命都是她救的，更何况这些身外之物。不错，云梦师姐是你的引路之人，她还托我照顾你，你可不能忘了她的好。韩青师姐放心，我绝对不是那种娶了媳妇就忘了娘的人。你说的什么胡话啊？我就随口那么一说。
走吧，我带你去练功法。快到了，正好今日正是灵台开门之时，带你去见识见识。师姐，灵台是什么地方？灵台道场是我宗长老以天脉、地脉、灵脉在玉虚珠峰上打造而成的悟道之所，一个季度才解锁一次，珍贵至极。百凡峰的灵台为筑基灵台，里面只有5个位置供百凡峰的弟子使用。这5个灵台的名额要靠宗门每个季度斗法的排位大比来分配排名，前5才有资格进入灵台修行。你下个季度也可参加排位大比来试试，能在筑基前进入灵台修行一次，可是一个极好的机缘。排位大比吗？正好检验自己修为的时候来了。王耀，你给我去死吧！气势蝼蚁，那便用你的气来滋补本座。入灵台道场的规矩可都知晓，再强调一次，开门仅10息，请各弟子迅速入内。灵台内可修行12个时辰，明日正午开门。这灵台开门竟然还有时间限制。灵台乃天地灵3材质秘境，逆天之道场，台上更有瞒天法阵阻隔，以免天妒，自然不可常开大门。听师姐你说的这么熟，我现在就想进去看看。这次肯定是没机会了，你且好好练练斗法之能，争取下个季度进入这一届的前5名。王耀不语感受了下自己的运势，欧气升腾，大吉大利。他总感觉这次灵台开门，自己就能进去修行。灵台开。灵台洞府的大门缓缓打开，其中一名弟子更是兴奋激动。他是这届排位的第6名，本来灵台中没有他的位置，可就在前几天，排位第1的耀天据说因为纵欲过度住院了，至今还在回春堂躺着。灵台的位置这才轮到他这个老六。还不进门，等待何时？我想拉屎，快憋不住了，能不能等我一等？灵台道场岂能如此儿戏？还有7息。可恶！若是错过这次炼气境界，怕是再无机会进入灵台。今日怎么能在这里掉链子？拼了！灵台道场，我特么来了！等等，你不能进了！你竟然想在灵台里拉屎？没，我现在没事了。停下！你再向前迈一步，贫道把你屎都打出来！晦气！百凡殿那边的管事都是吃白饭的吗？这种离谱的弟子也能招进来，真是无量个天尊啊！还有4息关门那个炼气圆满的杂役弟子，空缺的位置你来补上，速速进来，不要浪费名额了。韩师姐，那我进去。这也太离谱了吧！小子，这还真是一处逆天秘境，灵气能遇到这种程度，无论是打磨灵力还是转化灵气，都能十分轻松。王耀也不再多想，一心一意打磨境界，转化灵力，毕竟时间有限。王耀，请来。还剩下6个时辰，你可以用地脉淬炼肉身。灵脉对应灵力，地脉对应肉身，天脉对应神识，灵力对应同样也是炼气修士，之后筑基。张师傅，炼体好像是完成了，但是不止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仿佛灵魂都得到了提升。王耀，你这是觉醒神识了。神识？那不是筑基期才有的吗？你本就神魂之力过人，再加天脉的引导，自然而然的便可觉醒神识。你是那个王耀？刘琦师弟呢？是那个连汤带水的家伙吗？他拉屎去。你这人说话怎么如此粗鄙啊！灵台一行，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说不得都能筑基了。你才修了1个月不到，就想着筑基了？我是个修道的天才啊！筑基有3关：灵力关、肉身关、神识关。哦，你是用地脉炼体了，效果也不至于这么好啊。哎呀，都说了我是个修道的天才。可是你还有神识关要过，神识不比其他，你需要有强大饱满的神魂力才可。啊！炼气后期你就觉醒了神识，你还真是修道的天才。虽然炼气圆满的修为已经扎实，更是觉醒了神识，可在韩青的劝说下，王耀并没急着筑基。接下来的日子，王耀都在转换灵气中度过。至于修仙百艺的课程，王耀开始摆烂；丹气镇符的课程，王耀只上符箓课，甚至就连符箓课他也不再听讲。
上课时就在转化灵力，反正考试的时候有玉小刚顶上。文川修真界执掌气运玉头，窥天机，夺造化，玄天宗入门日，惊变嗜血魔窟。危难之际，玉头逆转因果，引仙长破局，顺势引入宗门。因果之下，又得萧炎同款借者尊。自此，杂役身份到万界仙王的飞升之路就此展开。自玉小刚吞噬野生魔魂那一次，王耀没有再受过什么袭击了。不过，王耀观察了一阵子临江河，发现这小子整日一副失魂落魄、忧心忡忡的样子。经过打听得知，临江河的哥哥前些日子似乎是修炼出了问题，受了不小的伤。刚师傅，你说有没有可能临江山受的伤势？你小子还真把智头子推算的结果当真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他袭击的你，这段时间他是不会来找你麻烦了。魔魂攻击遭到吞噬，必然会被反噬。王耀和玉小刚一对照，更加对上了推测。这不要天吗？这孙子怎么来了？这天一垂青还能恢复的，这么看起来，再过一段时间，这货的气运又能恢复个七七八八。不愧是龙傲天啊，坚韧不拔。本以为是个炸过一次就萎了的废物，没想到缓一缓还能接着用。等你的气运恢复的差不多了，本座的 CD 也转好了。这么看来，永动机出现了。本座和这个好兄弟还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王耀，这小子不是欺辱你的那个二货吗？现在你也是炼气圆满，再加上炼了体，觉醒了神识，还有4阶灵宝在身，不必怕他。姐，王耀，是时候报仇啊，给老祖干他！干什么干？这位可是我的好大哥。当时你小子不是为了不挨揍才认的怂啊，老祖还记得你忍下那口恶气，咬牙切齿了好一阵，怎么现在就兄弟情深了？老头，你可别胡咧咧，这可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大哥。待会怎么说才能显得我这个大哥既慷慨又不失面子呢？小王啊，小王，没办法，大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倘若我1万灵石的储物袋没丢，我叶某人直接去买1颗。嗨，我叶某人居然混得如此地步。叶哥，好久不见啊，你怎么来了？哈哈，小王啊，我叶某人一生纵横，日理万机，来此自然是有要事和你相商，不必受宠若惊。卧槽，好想揍这个二货啊！不行，这可是气运永动机，忍住。叶哥有什么事吗？小王，我当日给你的3瓶丹药里有1瓶是紫云丹吧？不错，谢谢叶哥送丹。那个紫云丹是炼气后期才能用的大药，小王你留着也没用，不如先给我叶哥，你怎知道我已经炼气后期圆满了？这紫云丹正是适合我用的好药。你竟然炼气后期圆满了？我还记得当日叶哥对我说的话，你说叶哥你一生纵横，小弟也必须是有能之人。听完之后，我是大受感动，如履薄冰，夜不能寐。于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怎么样，没让叶哥你失望吧？叶哥你还说让我多吃丹药，好好努力。我现在是炼气圆满，正是服用你送给我紫云丹的好时候啊！叶哥，我一定会好好吃药，好好努力，不辜负你的期盼的。我现在就回去服下紫云丹休息。王耀竟然炼气圆满了，他才修炼多长时间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炼气圆满？他不是4品灵根吗？果然我想的没错，背后有高人相助，一个4品灵根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修炼到炼气圆满。苑师兄，你是说王耀之前参加的那场研法实验的事情吗？当时陈师兄说那实验可以提升修为，怎么可能是研法实验的原因？我偷偷告诉你们，王师弟不，王师兄是云梦师姐的私生子。什么？我跟你们讲，我是从王师兄那里打探出来的消息，王师兄亲口说是云梦师姐把他带到世上的。这么说来，我曾经听说，常年在玉虚山修行闭关的云梦师姐，在10几年前就下山游历1年，原来是生孩子去了。今年再次下山，原来就是为了接王耀师兄回来。定是如此，云梦师姐小来得子，肯定很疼王师兄。王师兄进宗门前，云梦师姐就找了几个先天武者给王耀打基础。你们没见韩青师姐如此照顾王耀，肯定是知道王师兄有这层关系在。原来如此，有道理啊。这一天，王耀是云梦私生子的小道消息传遍了整个百凡峰。数日后，王耀捡灵石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5点上级的大吉大利气运开始滑落，同时修仙100亿的天赋测试也终于开始了。文川修真界执掌气运玉头，窥天机，夺造化，玄天宗入门日，惊变嗜血魔窟。危难之际，玉头逆转因果，引仙长破局，顺势引入宗门。因果之下，又得萧炎同款借者尊。自此，杂役身份到万界仙王的飞升之路就此展开。韩师姐，王师兄，天赋测试不限科目，王耀你丹气阵符都有不凡理解，可以4科都选。韩师姐，王师兄。但是4科的成绩不叠加，只有每一门达到一定分数，才能算哪一科的天赋合格。咦，他们怎么都叫你师兄？
我也不知道，这么一说，这段时间好多同门对我的态度是有点奇怪，想必是我这个炼气圆满大高手的修为折服了他们吧。瞧把你美的，别太得意忘形了。天赋测试我曾经也进行过，题海无涯，做题颇为耗费心神。若是觉得做4科太多，专心挑其中2个也行。韩青师姐放心，我心里有谱。考生们眼前的便是无涯碑修仙百亿天赋测试，并由此进行出题测评。测试时，碑灵会将知识随机排列组合，杜绝一切泄题可能让人无从作弊。测试开始，请考生触摸石碑，选择天赋科目，开始答题。测试不限时间，破题累计一定程度后，测试结束。这个弟子倒是有趣，这个杂役弟子竟然同时选择了丹气正符，此次岂不知贪多嚼不烂之理？多项天赋测试分数并不叠加，就算选择4项天赋测试，也只是图好心神而已。最大的可能是4项都不及格。难道没人跟这个杂役弟子讲过这事吗？也许眼界窄，也许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谁知道呢？王耀看着虚空中浮现的4套试卷，除了福禄道的试题，其他3科王耀根本没研究过，完全不懂。不过也完全不慌，毕竟有打工人玉小刚。刚师傅，什么都不说了，你懂的。臭小子，关键时刻还得看老祖我办。玉小刚将解题方法传入王耀脑海，如今王耀神识出城，学习效率翻倍。就这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便将知识融会贯通。丹气阵符如今依旧是修仙百亿主流，考生们基本都选的这4科。在场的4位执事各司一道，执事们可以通过监考令牌实时查阅考生答题的进度，不过考生的姓名设了一道禁制，暂时无法查看。这次参加测试的弟子天赋很一般呢。不然呢？真有天赋的弟子早就在上半年的天赋测验中脱颖而出了。也是啊，这个弟子倒是有点意思。这不才65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不对，这弟子竟然一题未错。不错，虽然前100道题相对基础，但一题未错，说明这弟子对丹道的理解掌握的扎实。不过做题速度倒是一般。我这里也发现一名弟子1道未错，现在达到快70分了。我这儿也发现一个好苗子，也是1道题没错。参加正道测试的弟子就比较一般了，贫道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亮眼的。也正常，正道毕竟相对较难一些。刚才竟未发现这有一张正道试卷也是1道未错，不错，答题思路非常扎实。这么说来，这次天赋测试倒是发现了几个好苗子，不是吗？100分后才正式测试天赋的时候，能冲到200分，便证明资质不凡。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得多少分？那弟子冲到200分了，不错不错。我看好的这名弟子也是200分的。巧了，我这边这个弟子天赋也是200分啊。这还真是巧啊！贫道看好的这弟子也200分了。那就恭喜大家各买再添一名俊才了。300分的妖孽级天才呀！巧啊，我这边的弟子也是300分的超级天才。巧了，我这边这个弟子也是300分，确实妖孽。这还真是巧啊！贫道看好的这弟子也300分了，相当妖孽。这次天赋测试竟同时多出4位超级天才，可喜可贺。不行，我要看看这妖孽弟子的名字。不好吧，考试还未结束。不碍事，我们4人一起看看便是。文川修真界执掌气运玉头，窥天际魔造化，玄天宗入门日，惊变嗜血魔窟。危难之际，玉头逆转因果，引仙长破局，顺势引入宗门。因果之下，又得萧炎同款接本尊。自此，杂役身份到万界仙王的飞升之路就此展开。查到了，这名丹道奇才名为王耀。巧了，这幅鹿道奇才也叫王耀。真是巧，这炼气道奇才也叫王耀。确实是巧，这正道奇才也叫王耀。好巧，好巧！王耀是那名杂役弟子，真的是一个人。怪不得，我刚才还说他做得慢，其实是因为他4套考题交叉着走。这个杂役弟子竟然是丹气正符的4道天才。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元婴期的执事啊，如此大惊小怪，成何体统？我操，4道奇才，每一门技法的天赋都冲上350分了。是吧是吧，
完全不是我们大惊小怪啊，陈长！而且他到现在为止，竟然一道题都没有错，如此老练的思路，完全不像是修仙新人。这下面的题目，即便是我懂四脉的内门弟子做起来也会十分艰难，可这杂役弟子竟然还能继续。450分，这些难题对我等而言都有些难解，可这弟子竟然巧妙运用了正道的原理，将其应用在符箓之中。融会贯通，他竟然能将丹气阵符融会贯通。如此才情，已有大师之姿。什么大师之姿？你们这些个新进元婴的年轻人都不记得天赋分数的判断标准了吗？100分则被判定有此道天赋，200分的成绩便是天才，300分便是妖孽了，400分极为罕见，妖孽中的妖孽是妖王，500分为妖帝，450分，此子已是半步妖帝之姿啊！不对，半步妖帝说的不太准确，他可是做了4套卷子。4个半步妖帝，那只是2个妖帝之姿，真是恐怖如斯啊！不对啊，你们不觉得奇怪吗？4张考卷，每张考卷王耀都已经做了450道题，这就是1800道题啊！不错，按理来说，王耀早就应该神魂力竭了才对。可王耀怎么一脸轻松的样子，就好像不是他在做题一样，好古怪。你看他嘴角还在笑，这就离谱。你们这些个新进元婴的年轻人，无论是观察力还是思考能力，还差得远呢。难不成你们没发现这个叫王耀的小子不仅神魂强大，还觉醒了神识？炼气后期就觉醒了神识，这是个天才啊！怎么分到杂役去了？所以说，你们这些个新进元婴的年轻人还差得远呢。哎，这小娃娃就连老夫也看不透。太好了，298分，我李九营算是熬出头了。师叔，我考了298分，幸不辱命，给咱们符箓一脉争光了。好，既然是接近妖孽的天才，接下来我要好好培养你。过奖，感谢各位师叔抬爱，我还需继续努力，不负宗门栽培。师叔，我考了298分，幸不辱命，给咱们符箓一脉争光了。去，过奖，感谢各位师叔抬爱，我还需……不是，我这种天才选手也不受宗门待见了吗？王耀，老祖快做不动了。加油啊，刚师傅！只有不快的斧，没有劈不开的柴；只有想不到的人，没有做不到的事。对别人说狠话，不如对自己下狠手。扛得住艰难，才能配得上梦想。不想苦一辈子，就要苦一阵子。加油啊，刚师傅！你特么这哪是对自己下狠手啊？你是对老祖我下死手啊！难道是作弊被发现了？好一个妖帝之姿！好啊，真是千年难遇啊！过奖，感谢各位师叔的抬爱，我还需继续努力。如此璞玉，定要收入门下雕虫。王耀，你还没有拜师吧？我现在就收你为徒吧。拜你的香蕉菠萝蜜！就你那点三脚猫的炼丹造诣，还好意思当老师？王耀，你拜我吧，我气脉的炼气炉随你用。这孩子单道试卷成绩最高465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天生就该入丹脉。这说明你们丹道粗鄙，题目简单，不用费太多心思，在上面就能拿高分。入我气脉才是正道。别吵了，我来说句公道话。正道艰难，天才本就稀少，王耀这等奇才，自然该拜我为师。你们都是放屁！王耀的符道成绩461分，这分明是天生的符道奇才，就该拜我。这次是不是考得太夸张了？不过有4个元婴执事抢着收徒，说不定能再来一次丹气镇符，4宝送奇才的美谈。听到了吧，老妪，他们都抢着当我老师，你要是不用心教，有的是人教，以后再逼逼赖赖不听徒弟的话，当心我把你逐出师门。庶子，你倒反天罡啊！老子我累死累活帮你做题，你竟敢！文川修真界执掌气运芋头，窥天际魔造化。玄天宗入门日，惊变嗜血魔窟。危难之际，芋头逆转因果，引仙长破局，顺势引入宗门。因果之下，又得萧炎同款借主图。自此，杂役身份到万天仙王的飞升之路就此展开。都是元婴修士啊，做事情还是这么浮躁。看你们的表现，为人师表还差得远呢。就凭你们几个元婴初期妖帝之姿的弟子，你们能把握得住吗？还是让老夫来吧，老夫是化神，老夫把握得住。嘿嘿嘿，王耀，你想不想拜我为师啊？这就是化神大佬的嘴脸吗？陈大佬，王耀是修仙4翼的天才，放到你万妙峰算怎么回事？就是，怎么还跟我们抢人呢？赤峰，你来的倒快。见过赤峰长老。这孩子就是妖帝之姿，不错，当入我符箓一脉。华夫的，你要不要脸？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要长老呢？
如此天骄，入你福禄一脉，是否你未免说的太早了吧？此弟子到底如何归属，也要等我们来了再说呀。就你们3个货，还有脸说我？各位何苦争啊？云梦是我们福禄一脉真传弟子，王耀便是他带入宗门的。于情于理，王耀都是福禄一脉嘛。赤峰，你真是老糊涂了。小王耀明明是杂役弟子，怎么能算是你们福禄一脉？这个还是要看小王耀本人的意见吧。丹麦长老想让王耀自己选，因为丹麦的待遇无疑是4脉中最好的，天材地宝破镜丹药统统管够。只要王耀脑子没坏，肯定选丹麦。这可把一旁的赤峰真君急坏了。就在此刻，派出去打探王耀消息的一行人从传讯玉简上发来消息，说王耀是云梦的私生子。这把肯定稳了，王耀肯定要来福禄一脉找妈妈的呀。我觉得不错，让王耀自己选也好。王耀，你要选择哪一脉？老祖推荐你选丹脉或者气脉，这种地方有水多些。老登愚蠢，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弟子诚惶诚恐，感谢各位老师的抬爱。到底应如何选择？弟子现在心里也不甚清晰。弟子想认真考虑一下，以免糊里糊涂的辜负了各位老师的好意。弟子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筑基，不如等弟子筑基后看明了方向，再择一脉前去修行。王耀的小心思，几位长老全都收在眼里。这小子是在打太极呢，鼻子面子都给了，是想讨要好处呢，搁着。这可是半个妖帝之姿啊！即使看出王耀是想讨要好处，几位化神长老不仅没有心生厌烦，反而欣赏更甚。说的有理，仙道不成，丹气镇服终是空。小王耀现在确实应把心思放在筑基上。依老夫看，王耀便是决定了加入了某一脉，其他3项技艺也定是不可丢下，否则岂不是浪费了这4套奇才的资质？你们4个老鬼，不如待王耀筑基后，每人带着孩子1年，到底拜谁为师，到时再做分享如何？你小子不是哪一脉都不想得罪，哪一脉都想讨些好吗？那老夫就让他们各自带你进修1年。陈长老看王耀那叫一个极为顺眼，顺眼到爆炸，自然想帮衬着点王耀。老夫觉得不错，不如就这样如何？那我们就定下4年之约，待王耀筑基以后，各自调教1年，再见分晓如何？如此甚好，我看可行。我脉缺乏人才，这妖帝之姿的好苗子，定要收入门下。待王耀筑基，老夫要让他好好感受一下炼气的魅力，此子必会入我门下。我丹脉资源丰富，几个穷货还敢跟本座竞争？哼！我要他妈就是我脉真传弟子，这儿子还能跑了不成？刚好让这几个老货给我家王耀掏点好东西。来，小王耀，老师这就送你的见面礼，这一套4阶符宝你可喜欢？谢谢老师。这老货倒舍得下本钱。王耀，你称老夫一声老师，老夫也送你点小玩意。这玉简里是老夫的一些修行心得，你且收下。老登又有的学了。气脉和镇脉2位长老也各自给了4阶的气宝和镇宝。小王耀，老师这里宝贝众多，你说了你想要的，老师都能给你。不知老师可有滋养神魂的宝贝吗？那自然是有。这是4阶的养魂木，神识入内可壮魂魄，对元婴期修士都有不小的用处。谢谢老师。老玉，可别说我没想着你，你这老骨头可以好好的补补身子了。好小子，老祖真没白疼你。这次才做2000道题，老登就萎了，得给他吃点草。牛马强壮了，我才更好使唤。好，能见我仙门处一妖帝之姿，老夫心中甚慰。对了，你还是杂役弟子的身份，一会儿老师就升你为内门弟子，不，升为核心内门弟子。小王耀，回去努力修行，但也记得脚踏实地。若有何难题，就去找老师的那几个徒弟，以后他们就是你师兄。谨遵老师教诲。他妈了个巴子，我还是他刚师傅呢，这小子对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恭敬过。从进入仙门至今，王耀历经51天，终于从杂役晋升为内门弟子。观仙门5绝，玉虚仙门核心内门弟子，也算在修真界站稳了脚跟。我要。老师，其实叫我的名字可以不用这么大声吧？
王耀，你小子刚进内门一段时间就睡觉，真不知道你的举荐名额是怎么来的。要睡滚出去睡！还有瞌睡的吗？没有的话继续上课。老师，你有所不知啊，我们都习惯了。王师弟不，王师兄他上课一直都是这样闭眼睡觉的。奇怪的是，每次被学校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王师兄都能回答出来。不是，我说你们几个都是入内门有些年头的弟子了，怎么叫这个新晋升的弟子叫师兄呢？嘘，不可声张，你还不知道吧？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王师兄，留步！王师兄，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一届亲传弟子的考核选拔就要开始了？亲传弟子，亲传弟子乃玉虚仙门核心，每100年只有10人。这一届亲传考核要开始了吗？亲传弟子的考核每年都不同。王师兄，你如此背景，手眼通天，你知不知道今年咱们要考什么？我怎么知道要考什么？如此背景，手眼通天，难不成他们知道我有妖帝之资，知道我头顶4、5个化神老师了？王师兄，你就别装了，你妈的消息肯定灵通了。你在骂我？不，王师兄，我的意思是，这事你去问问你妈妈不就行了？神他妈问我妈妈，她这是在嘲讽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孤儿吗？你妈妈不是亲传弟子吗？你在说什么？王师兄，咱也算是朋友了吧？都这么熟了，还不能透露一二吗？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云梦师姐的私生子。你在说什么？你他妈在说什么啊？虽然大家都清楚这事确实是个秘密，但现在百凡峰都已经传遍了。王师兄，你是云梦师姐私生子的事情已经盖不住啊！这他妈谁说的？谁他妈在胡说八道？王师兄，难道你是云梦师姐私生子的传闻是谣言野史吗？什么野史？这他妈的简直就是狗屎！李九英，这狗屎到底是谁说的？王师弟，你别急，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说是你亲口说的。我亲口说的？我他妈怎么不知道？师弟，你别急，你好好想想，你是谁生的？我是谁生的？我是妈妈生的，但我的妈妈肯定不是云梦。王师弟，此事必有误会，不然你好好想想。我就先回去了。我操，这就改口叫师弟了？原来我在宗门一直以来被传着这样的狗屎。是云梦师姐出关了。师傅，让你久等了。不错，这次闭关倒是有些长进。不负师傅期望，这次下山游历颇有感悟。此次闭关月余，修为再进一步，已是金丹中期完全圆满，只待突破。不错，这段时间再用红尘炼心法稳固下道心修为。你师祖不日将开展一次讲经，可能会是你突破的契机。师祖出关了。你师祖正与法研院大长老推演此次闭关心得，今年年底就会召集全宗弟子开展一次大型讲经。本届的真传弟子选拔也会围绕着师尊的讲经来进行。本届弟子进入仙门2年，应当选出一位真传了。也不知韩青和王耀相处的如何。4品明根，近2月时间，就算在杂役处当杂役弟子，也该练气1层了吧？到时候再让那孩子选一个修仙100役，过一下天赋测试。你去打听下百凡峰的消息。是，云梦师姐。云梦师姐，你说的那个名为王耀的弟子有些不得了啊！不得了，快讲与我听。师姐，有话直说便是，无需这般扭捏。师姐，那个叫王耀的弟子已经炼气圆满了。你说什么？炼气圆满，而且还已经是内门核心弟子了。是的，师姐。真是不得了啊！本姑娘这是带回来一个什么奇才啊？师姐，怎么还有事？师姐，那个到底何事？别再吞吞吐吐的了。那百凡峰上的弟子都说王耀是你私生子，先说好师姐，我是不信的。谁说的？他们都说是王耀亲口说的嘛。岂有此理！本姑娘这是带回来一个什么玩意儿？臭小子，能耐了！这怎么回事？4点的终极卦象不应该是顺风顺水吗？难不成这运势和卦象是分开算的？只不过卦象和运势可以相互影响，所以一直以来是本座自己下意识的把这2者给绑定。可现在我人在家中坐，这惊险又从何而来呢？王耀，师姐，你听我解释，这就是个……真不是你说的，真不是我说的，我干嘛要给自己认个活地啊？让我知道是谁造我的狗屎，我非弄死他不可。云梦师姐，你们这是干嘛？
王师弟，你之前对我说不会娶了媳妇忘了娘，原来是这个意思。王耀，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以去问星官发誓。本姑娘怎么都这个时候还看他这么顺眼呢？真是不争气。我的青玉啊，还有我的青玉啊。喂，云梦师姐，快运转红尘炼心法。什么红尘炼心法？云梦师姐怎么突然就一副道爷我悟了的样子？韩师姐，这是什么情况？这可能是云师姐突破金丹后期的契机啊！这怎么喜当妈了就成了突破的契机了？难道是多子多福？王耀，你难道没有好奇过，为何我从每个堂口都可见到元婴执事，甚至化神长老也不闭关苦练，反而会时常在外走动吗？还真是，前些日子连一个天赋测试都有元婴执事和化神长老监考，他们闲得没事干吗？正常来讲，不应该都窝在洞府里闭关个180年才是吗？自1000年前开始，除了必要的必死关冲瓶颈，我们玉虚仙门已是禁止门下弟子动辄闭关100年的行为了。仙道发展至今，不说1年一个样子，也是10年一小步，100年一大步。很多经验、功法和技术都在不断发展，甚至推翻重构。出关之后都要落后时代了。所以我宗法研院在1000年前开发出一名为红尘炼心法的无上法门，修行此法可将修士的感悟、经历乃至情感凝练为一道红尘之气，以此洗炼道心和修为，还可明悟本心，妙用无穷。唯一要求就是要热爱生活，感受生活，这也是那些元婴化神大能经常在外走动的原因。而刚刚云梦师姐经历的这个事情，无疑是她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经历，说不定红尘炼心法就可再进一步。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秘法，那修行红尘炼心法的一些修士，岂不是会为了凝练红尘之气，追求人生经历情感，做出一些伤天害理、闻所未闻的事情，像杀妻正道之类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小子心思脏得很了。为了经历而经历，本就是走偏了路子，对修行红尘炼心法有害无益。修行人若是违背本我道心，更是会走火入魔，坠入魔道的。本以为突破的契机要等到师祖讲经，没想到刚一出关就已触摸到了金丹后期的契机。恭喜云师姐刚出关就能再进一步，师姐可需再闭关破禁？不用，如今突破金丹后期已是水到渠成，师父让我这半年以稳固修为为主，不可再闭关了。我要这事怎么办？你说。我说师姐，我也是受害者，我的青玉也没了，还活生生降了个备份。你好歹还得到了突破的契机，那你也得给我个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云梦师姐万万不可将错就错，假戏真做。我呸！你小子想得倒挺美。依老祖看，不如你们结为道侣，此谣言岂不是不攻自破？正所谓大道不该如此之小，道侣不该如此之少。王耀，路就在脚下，走！我呸！我就知道你这老东西憋不出什么好屁。王耀想了想，上辈子娱乐圈处理绯闻黑料的方法，突然就有了主意。此事我有上中下3策。上策，发布公告，宣布乌龙笔墨风趣些，态度坚定大气些，大事化小，小事化鸟，可体现师姐之胸襟和对弟子的大爱。中策，不予回应，闲话终日有，不听自然无，流言蜚语不过尔尔。当然，有人问起时坚定否认，可助师姐打磨道心。下策嘛，严重警告，发律师函，不过可能会激起逆反心理，传播更甚。那个律师函为何物？怎么说呢？差不多就是让执法堂发文的意思。啊，算了算了，这事本姑娘提也不想提，就不予回应，当不知道吧。先说你这一身修为又是怎么回事？还有你怎么成内门弟子了？侥幸而已，说来话长。哥，你没事吧？哥，你快擦擦鼻涕吧，我害怕。小何，哥哥废了，我现在连金丹都修不成了。哥，你没办法恢复了吗？哥，你那天袭击王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我现在稍稍动脑就头痛欲裂，修复神魂的天才地宝何其珍贵，我现在已是废人一个，家族不会再为我付出这些。还有其他几个堂系兄弟对我内门弟子的位置虎视眈眈，若是知道我是废人一个，我更是万劫不复啊！王耀，都怪王耀，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哥，王耀已经是内门弟子，你这么冲动就真的完了。内门弟子把我害成这样，他成了内门弟子，我已经废了，我的人生已经完了，我要杀了他！大哥，万万不可！你在宗门内强杀王耀，成与不成不说，一旦这么做，就真的不可挽回了。我有一计，下个月内门弟子会出门历练，王耀必会接任务下山，到时候大哥你再出手杀掉王耀，到时候夺了王耀的4阶灵剑，献给家族，必然可以换到天才地宝，治好大哥。好啊，小何不愧是我的弟弟，和我一样智慧，大哥听你的。
其实就让大哥这么一直听我的也不错，到时候夺下4阶灵剑，我再忽悠他把此宝献给我用，此计甚妙，无需治好我哥，我将超越我哥。师姐，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王耀，你这个法术练得很不错啊，就是有那么一点阴险。为了给你喂招，我还特地把修为压制在炼气期，没想到你的法术熟练到这个程度。这样的话，下个月的历练我也放心了。都是师姐这段时间陪练的功劳。不是老祖我日夜钻研太寒玄经诀，告诉你些许窍门，你能这么快凝练冰灵根？不是我给你换上新窝棚，你能这么勤快？什么？数字你最好说清楚，什么窝棚？你把老祖我当什么了？你是炼气后期，会分往云梦泽历练，届时记得注意安全。师姐，我这不是还有你送我的护身玉佩吗？肯定没有问题。哼，一个破玉佩就把你哄得跟胚胎似的，丢人！老东西，这还不是怪你不能附身带的。大哥虽之前是筑基圆满，但现在滑落到筑基中期，而且疯疯癫癫，不知战术，不通战略，比不上我的脑瓜子好使。一身战力可能在筑基中期里也算弱的，但王耀不过一个炼气9层，身怀4阶灵剑也发挥不出什么用。所以我的计划很简单，等王耀去历练，然后大哥出手杀他，然后王耀就会死，4阶灵剑就是我的了。这就是我的智慧吗？看来是大哥一直遮盖了我的光芒啊。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可能让我哥去和王耀碰面的，不然我哥很可能会直接发狂，那就完了。也不能让别人参与到这件事来，不然4阶灵宝我很有可能拿不住。有了，就让我来跟踪王耀了，到时候我就假装在云梦泽方式跟他偶遇，等我和王耀一进了云梦泽，我再用通血玉简换我哥过来，这就叫谋士以身入局，方能胜天半泽。我实在是太智慧了。这便是云梦泽的地图，哪些地方有妖兽出没都已标注完成。你们会传送往云梦泽玉虚仙门名下的坊市，到时候猎到的妖兽材料也可在坊市内售卖。你们能踏足的区域不过是些炼气期的妖兽，而你们都是炼气期的佼佼者，但还是要注意安全。云梦泽终归是和长清峰的自然区不同，每隔几年也总有一些弟子在这里伤亡，诸位弟子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力量不是儿戏，听明白了吗？是。那么出发吧。我们这2个月的历练是一起行动还是？我叶某人一生纵横，岂可与他人为伍？当然，小王可以跟在我身后，见证我叶某人睥睨八荒。叶哥，你请便吧。云梦泽方氏有着叶家的产业，姚天可以我行我素，其余弟子多少有些彷徨。那我们现在，你们谁来过云梦泽，或是家族在这里有产业？前几日我们就先这样组队进行，等熟悉之后，我们再自行去云梦泽探索，可好？好。吴兄，怎么宗门把你派出来了？这不是内门弟子出来历练了？在云梦泽这片地段看守一帮炼气弟子历练，一位筑基修士足矣。你一个金丹修士进来做这活计？不是一个，是2个。叶家的那位麒麟子身边也藏着一位叶家的金丹。叶家，倒是理该如此。那吴兄，你又是来守着谁呢？这次出发，师傅说他看好了一位福禄奇才，已准备收入门下，刚好派我出来看看这个小师弟。能让世峰长老起了收徒的心思，是哪一位？哦，那帮孩子也出发了。长风师弟不如和我一起看看，猜猜是哪位弟子？这是银背棱，竟然有2头。炼气后期的妖兽不仅皮毛硬如甲肉，更有妖气护身，非常抗揍，需要用大威力法术轰穿他们的护身掌，大家多加小心。果然有用，想跑？这妖兽怎么3两下就被打死了？不是说妖气护身量很硬吗？是啊，我从仙宝哥选的精品法器还没出手，他就不行了。你小子是真阴了，专攻下三路。哼，什么专攻下三路？这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乃自然大道。学着点吧你。
是我们探索的地方太近了吗？怎么感觉那些妖兽都弱的？是啊，奇了怪了，那妖气护身杖都跟纸一样，没放2个法术就不行啊。吴师兄，赤峰长老看好的徒弟是那用水行法术脱人皮燕子的那个，确实有点东西啊。能敏锐地发现妖兽护身杖的弱点，说明此旨很敏锐吧？是极是极，赤峰长老好眼光啊！虽然这小子斗法埋汰了点儿，但师尊他老人家跟我讲，此旨在符箓一道上乃妖帝之姿。妖帝之姿，他王长风自然知道妖帝之姿是什么含金量。妖孽中的妖孽，妖王里的妖王，未来必是一代宗师。他回想了下王耀斗法的手段，此旨确实妖得很啊！除了2位金丹修士，智慧的谋略家林江河也在偷偷注视着王耀。可王耀出方式历练却是结队而行，这让林江山出手风险有些太大了。林江河气得不行，而林江山更为狂躁。王耀，我要杀了他！快让我杀了王耀！哎，哥，你再等一等，他们历练肯定不会一直组队的，只要等王耀落单，身为猎人要有耐心。大家狩猎几天也都有些经验了，今天开始就各自分头行动。若是不想单独行动的，可以双人组队。临江河，他不是炼气6层吗？他怎么会在云梦泽方室？来的正好，本座可得找你算算旧账了。哼哼，林师弟，好巧啊，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我跟王耀也没这么熟吧？他怎么如此热情？对了，王耀不知道我要弄他。在他的视角里，老祖宗的定情戒指还是我推荐他选的，他肯定是对我颇为感激啊，怪不得这么热情，一有心算无心，可真是妙啊！看我算计死这小子！好巧呀，王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哦，王师兄是来进行内门弟子的历练对吧？我早就知道你来历练了，一会让我刚弄死你！哈哈，是啊是啊，林师弟怎么来云梦泽了？你来的可太妙了，一会本座弄死你！嗨，这不是家族在云梦泽房市有些产业，来帮家族到这跑跑腿。相见也是缘分，我们找个地方一起吃点，请你吃顿头饭。好啊，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都要让我哥弄死他了，这王耀还把我当哥们呢。2人满脸假笑，随意找了一家饭馆。来一份妖兽肉，林师弟想吃什么？我请你。我不太饿，随便来点就行。小二，给我师弟上碗白水。好嘞，这就给您上。不是，这也太随便了，这王耀也太不会做人了吧？林师弟，前些日子我去仙宝阁选法器的时候，多亏你出言提醒，不然我怎能选到老祖宗的定情信物，得到老祖宗的青睐呢？我真的好好谢谢你啊！一会就弄死你。这王耀果然把我当恩公呢。不行，他快吃完了，我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带我去云梦泽。那个王师兄，正如咱们同时在仙宝阁选宝是缘分一样，今天相遇亦是缘分。其实我知道云梦泽有一处上古遗迹，不如咱们一起去看看。哎呦啊，亏我智慧惊人，说的这是什么傻卵理由啊！特么的云梦泽都被宗门大佬给耕耘了遍了，怎么可能有上古遗迹啊？这下王耀怎么可能上当呀？上古遗迹还有这等好去处，哈哈，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那我们一起组队去上古遗迹吧。这王耀真是个二逼，这种理由也能相信？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好啊好啊！仙屠如赌桌，众生压命，天道坐庄。而我手握贯千的白玉头，挥气玉结机缘，这一把专炸庄家。哥，准备行动，鱼儿上钩了！王耀，杀了王耀！杀！我要杀了你！哈哈，这临江河还会自己给自己找坟呢。此地也差不多了，人迹罕至，四下无人。妙啊！就在这把这小子弄死。王师兄，好巧，你也走了这个路线。这位是我密码的，同门师弟临江河外门弟子。哦，认识。不过林师弟怎么来云梦泽了？坏事的家伙，杀一个也是杀，杀一对也是杀。既然这内门弟子找死，让大哥把他们全杀了好了。这位师兄，我就是来云梦泽见识见识。快逃！此人应是筑基中期，别想着和他打。运势中极，卦象顺风顺水，连惊险之卦都没跳出，我定性命无忧。且我有4阶灵剑、4阶符箓，还有夺运技能慌什么？竟是临江山筑基中期，看来是上次被老妪吞魂导致跌境了，不知夺着黑死期运会怎样。
护身法宝，不愧是云梦的狗崽子！我区区一个炼器，我看你能挡多久？给我死了！师兄快逃！我也有护身手段，我们有机会逃回方室。完了，怎么这么倒霉，竟碰上一个见人就杀的疯狗邪修？呵呵呵，王耀，你给我去死吧！卧槽！卧槽啊！卧槽啊！王耀，你疯了吗？你他妈在干嘛呀？王耀，你冷静点，那是3阶符箓啊，我怎么能顶得住啊？别装了，这个筑基修士是你哥哥吧？特意把我引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叫你哥来杀我。王耀，你在胡说什么啊？什么我的哥哥？我怎么会认识邪修？你快放开我！小何，我是你大哥啊，你怎么会不认识我？王耀，你快放开我弟弟！王耀，你快放开我，我还能保你一条生路。刚刚对临江山施展夺月，直接吸纳了他9成的黑死气运。黑死气运被夺来后，并没有如意傲天的天地垂青一般融入王耀体内，而是被吸纳入了头子之中。王耀能感受到头子中已储藏一股黑死之气，可随他心意度给他人，强行给人灌恶运。就凭你还放我一条生路，跟我斗，你哥屎都被我吓出来了。哥哥，你别拉了，我害怕。哥哥，你快救我呀！我真的好害怕。弟弟，我来了，让你见识一下传说中的乱披风锤法。弟弟，想杀我，先问问弟弟答不答应。吴师兄，这是何等秘术啊？这闻所未闻啊！现在这情况，我们先不必出手救人了吧？先看看，先看看。刚才听他们对话，那名筑基竟也是我仙门弟，还敢行此残害同门之事，当杀！吴师兄，你看那筑基修士，仿佛走火入魔，遁入魔道一般。果然是走火入魔，坠入魔道了。弟弟，我来救你。救命！别叫我小何，我已经把你救下来了。人质已无，战局已定。炼气修士能与筑基中期周旋成这样，已经很可以了。准备出手救人吗？我这个小师弟倒是有点意思。难不成是家里出事了？仙屠如赌桌，众生压命，天道坐庄。而我手握贯签的白玉头，挥其玉，结机缘，这一把专炸庄家。十二族老，你有2个子嗣死了。唉，多大点事啊！我还以为我爹死了，孩子那么多，死就死了，只要不是那些送去上等仙门的好仙苗，就没什么。怎么，死的难道是上等仙门的仙苗？那倒不是，是顶级仙门的仙苗。你呀，说话大喘气啊！走，随我去玉虚仙门。难不成是因为临江山的事情？别紧张，我们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内门弟子临江山，外门弟子临江河前去袭杀你，被你反杀，此事可属实？是的。好了，情况确认，王耀你可以走了。啊，这么草率的吗？那个执法叔叔，这事我还没报官，你们怎么就知道了？这位是当日云梦泽的直管弟子，他用水镜之术观测到了事情经过，从临江山偷袭到你反杀都有详细记录。此事已经定性，做个流程而已。怪不得刘琦那时出现，若当时他不在我先杀临江河，临江山再来就成了为弟复仇，那背负残害同门罪名的就是我了，回宗门也没好果子吃。一饮一啄皆是定数啊！可笑的是，前些日子还有林家的什么杂毛元婴过来要说法，结果看见水镜之术后，立马灰溜溜的走了。这不是经典的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吗？看来选择加入玉虚仙门果然不错，背靠大树好乘凉，老的来找事，直接就被仙门给摁回去了。王耀师弟，我是赤峰长老的入室弟子，算你半个直系师兄。你当日那场逆伐筑基的战斗，真是让我万分欣赏啊！哈哈哈。见过师兄，当日不过侥幸而已。哪有什么侥幸？只是我有一事不解，你当时是怎么判断出那筑基修士是临江河的哥哥的？我乃妖帝之资，判断力出众一点，正常吧？这个头衔真好用，都不用费尽心思找借口了。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妖帝之资恐怖如斯啊！你倒是有心。这次在云梦泽历练如何？韩师姐，
这枚玉佩，麻烦你拿回去温养一阵吧。我灵力不够，再放我身上，估计就废了。云梦泽不至于这么凶险吧？能把林心玉消耗成这样？被同门的临江山盯上了，估计是觊觎师姐给我的举荐名额。之前被废的寒天，我猜也是他干的。这次不知为何又来找我拼命。临江山。韩师妹，你家族和林家有些渊源，这事我来解决。好个临江山，敢动本姑娘罩的人！谢谢二位师姐，不过这事我已经解决了。解决了。当日他来袭杀，我略施小计就把他给斩了。逆发筑基。说是池内石块，我施展操江控河之术和乱披风锤法，那临江山被我打的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啊！最后被我一符炸上了天。什么是操江控河？还有乱披风锤法？不值一提，不值一提。王师弟，你居然这么厉害！多亏韩师姐送的护身法宝，不然我定是凶险难料。等我把林心玉调养一番再给你。王耀，此3阶法宝名为青云，虽然和你灵根属性不配，但你本就用不了高阶法宝，就用其自动护主的神通来防身好了。谢谢云师姐。对了，师姐，我已是炼气圆满，是否可以准备筑基了？筑基？你不准备把修为提升至炼气晚期吗？炼气9层圆满就可筑基，干嘛给自己熬成晚期？我去购几枚筑基丹，不就可以稳筑基了？是谁告诉你筑基要吃筑基丹的？有什么不对吗？在云梦泽方市时，便听说那里的丹楼里卖的最火的就是筑基丹，常年一丹难求，甚至需要拍卖才可。听说吃1枚筑基丹可增加30%的筑基几率。我还以为你被人坑了，幸好你机灵，知道问问。老妪，你坑我！笑话，怎么吃不得？老祖我当年就是这么筑基的。师姐，这筑基丹吃了是有什么隐患吗？隐患倒也没有，以现在的修为，体魄神识、筑基3关都不是问题。服1颗筑基丹确实可以稳定筑基，不过你要是吃了筑基丹，你就要去玉清宫当弟子了。什么意思？仙屠如赌桌，众生压命，天道坐庄。而我手握贯千的白玉头，挥起玉龙结机缘，这一把专炸庄家。筑基可分为4种：1. 服用筑基丹筑基； 2. 自行引发筑基，称以力筑基； 3. 炼气晚期圆满，灵力尽无可计，为圆满筑基； 4. 天人交感，文道筑基。这4种方法，当以文道筑基为最佳，也是我们玉虚仙门最推崇的筑基法。最下等的就是服用筑基丹筑基了。虽然相较于以力筑基，筑基丹能提升30%筑基成功率，但终归借助了药性，外力扶持，根基不稳。我们玉虚仙门不允许内外门弟子以此方法筑基，若是有这种根基不稳者，便派遣去玉清宫。等等，让我捋捋：文道筑基、圆满筑基、以力筑基，还有最后的垃圾。不错，符丹筑基筑的确实是垃圾。老妪，你是个垃圾啊！你还记得你进仙门的那一天我和你说过的话吗？4品灵根是仙道飞升的底线，差一丝一毫都会无缘大道。但万年来飞升者却再无一人。我玉虚仙门虽以仙道飞升为理想，但现代修士就连修炼到合体期的都是寥寥无几。别说飞升，修真界已经万年没有出过大成修士了。修真界现存的那些位大成修士，都是万年前遗留下来的老前辈。我的师父灵犀真人乃洞虚修士，他曾告诉我，现今修真界已经和万年前大不相同了，修道之路的尽头很有可能就只在了合体期。你们都是玉虚内门核心弟子，意志过人之辈，因此我才告知你们这等隐秘。你们万万不可因此失去进取之心，在修道的路途上不要打一丝一毫的折扣，只有这样才有那么一丝成就大道的可能。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对，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不努力会很舒服。开个玩笑嘛，别这么严肃了。话又说回来，当今修真界和万年前到底有何不同呢？这我就不知了，只是听我师父说过，万年之前修真界似乎发生过一次天地大变，就是那场大变让改变了整个修真界的格局，但具体是何变故，我师父也不清楚，可能只有我宗的那几位太上长老才知晓吧。这么说，那位赐予我4阶灵剑的老祖宗，竟是万年前的绝世老登吗？玉小刚也是个万年前的老货了，那他和老祖宗是一个时代的灯吗？所以你还是要继续精进修为，文道筑基难求，但圆满筑基还是一定要追求的。等晚期圆满，可下山游历几年，寻找文道筑基的机缘。若是几年不成，就回来铸造圆满仙机。求着文道筑基，必须等到晚期圆满才可吗？啊，你倒是有志向，文道筑基需要大智慧、大机缘才有机会的。我就是大聪明，机缘这是我在行，本座不能文道筑基，还有谁能？再过1年吧，哪有你这么早下山的？筑基之事，你且不要着急。太上长老前些日子出关，等再过些时间，太上老祖会召集全宗上下进行讲经传道。大成修士讲经100年都没有一次，你若现在准备筑基，定会错过此次机缘。而且这届亲传弟子的选拔也会围绕老祖讲经来进行。
你有妖帝之资，悟性不成问题，但老祖讲经可能会涉及仙道的基础理论，以及一些经典道经，这方面你学习的时间还是太少了点。这段时间你最好恶补一下，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来问我。这倒是不用麻烦云梦师姐了，这方面王师弟应该没有问题，他天生就有过目不忘的天赋。等我找个时间带他去藏经阁看2天道经就好了。如此天赋于一身的奇才，幸好当初本姑娘把他留下来了。嗨，天赋什么的不重要，主要还是我刻苦的缘故。读书时我都非常用心。脸都不要了。王耀打定主意，太上长老讲经之时，势必让玉小刚盯上。1个月过去了，王耀也是修炼到了炼气晚期，他充分学习了修仙四艺的其他3项，配合着顺风顺水的运势，入门自然是毫无问题。炼丹、炼气还有炼阵，几乎100%的成功率，让玉小刚是真服了。王耀，你确实是个修道的奇才，是老祖小看你了，老祖能收你为徒，还真是幸运了。太上长老讲经，真传弟子考核就在3日后开始进行。仙屠如赌桌，众生压命，天道坐庄。而我手握贯千的白玉头，挥气玉结机缘，这一把专炸庄家。以上完毕，下面请太上长老讲经传道。可算是啰嗦完了。老道今日虽说名为讲经，但更多的是想让诸位道友一同来悟道。闲话便不多说了，诸位道友以及诸位弟子，咱们这边开始吧。大家不要反抗，静下心来感受老道的道语，将此刻心中所感书写于虚空之上，便可以作为本次真传悟性考核的答卷。遇事不决可问老登。老玉，该你上场表演了。刚师傅，别装深沉啊。对，太上长老这是将我的精神体硬生生拉进了这片意境之中，如此一来，完全无法沟通玉小刚了。这下可完了，彻底废了。才过去了几息吗？怎么感觉在里面待了3天3夜，一刹那便脱离了意境？可见你的修为确实扎实，不错。师叔的魂道与咒道造诣，当真堪称此界之巅。我们这些老家伙只不过是活得久了些，在修道的岁月上比你们多了些积累，自然在修道上领先你们几步罢了。你此番感悟收获如何？师之虽说在这悟道过程中颇有感悟，然而却依旧还是看不清那合体之后的道路究竟在何方。终究还是只在合体就吗？哈哈哈！师叔为何突然发笑？有个想要作弊的小家伙被老道我给制住了。作弊？坏了，王耀啊，真不是老祖我不帮你啊！完了，这下本座的妖帝之姿人设是要彻底崩塌了。此刻王耀虽然只是一个精神体，身上所有的装备都消失不见，就连那白玉头子也不在身边，但他依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气运。运势显示无恙，看来求人终究不如求己。刚子靠不住，那就只能靠本座自己。我悟了，道爷，我终于悟了。哈哈，香蕉大则香蕉皮大，10年生死2茫茫，5年生死1茫茫。能力越大，能力就越大。3人行必有3人，0美元可以兑换0人民币，所以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比1。这悟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屎啊！这下彻底废了，本座对这仙道的理解简直就是狗屁不通啊！这下妖帝之姿的人设肯定要崩得稀碎啊！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如果真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写上去，本座苦心经营的妖帝之姿人设可就彻底穿帮了。唉，悟不出来就悟不出来吧。既然这些不靠谱的感悟不能写，那本座就自己编一些感悟好了。师叔，实在是没想到你这次受道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手笔。要知道，在场可有这么多来自其他门派的外人呢。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如今除了一心希望能够再进一步飞升成仙之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其他太过在意的事情了。剩下所关心的，无非也就是宗门的兴衰，以及老道我那徒弟的修行。再往后，便是衷心希望我道能够日益兴隆昌盛。老道今日便把这蕴含着道理的意境展示在此，来参加此次盛会之人，皆是与道有缘者。他们能从中学到多少，便尽管学去。如此，老道我也是不亦乐乎。师叔，师知道并非是不想让他们学习。
只是师侄实在是觉得这次讲道的门票实在是收得太便宜了。哎，不错，能够如此为宗门考虑，老道觉得你这个宗主当的还是颇为称职的。本次仙门的真传考核，其中悟性这一项测试，师叔您是否要亲自进行打分呢？要不是老道我亲自收谱，他们的答案老道我会将其录入预检之中，你们长老旁自行打分即可。对了，这一届的弟子之中，你可有比较心仪的真传人选？师侄座下原本的5名弟子，其中已经有1名成为了真传弟子，师侄如今也无心再带新徒了。不过本届弟子之中人才济济，内门排名前5的弟子，按照往年的惯例，都有争夺真传弟子的希望。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当是那叶家的麒麟子，名为叶傲天，他乃是本届内门第一，虽只是地灵根，但却身负真龙之体，再加上叶家传承的麒麟血脉，叶家都称其具有大帝之资，其资质甚至能与50帝座下的真传弟子相媲美。确实悟性惊人。方才在那一景之中，这叶家小子毅然感悟出了半篇仙经。若是日后有机会，你们可以想办法替此子将其补全。前些日子，师侄还听闻乌鸦被测出了1名具有半步妖帝之资的弟子，似乎就是师叔您出关之时传下太寒玄经诀的那名弟子，名叫王耀。这一届我玉虚仙门的弟子，当真是人才辈出啊！老道倒是想看看你这小家伙，在无法借助任何外物的情况，到底有着怎样的真实水平。哦，那个想要作弊的小家伙终于有动作了。仙屠如赌桌，众生压命，天道坐庄。而我手握冠签的白玉头，挥起玉轮结机缘，这一把专炸庄家。五祖助我，修炼一途，乃窃阴阳，夺造化，转涅槃，过生死，掌轮回。这小家伙的感悟似乎还真有点东西。这虽然并非是我自己感悟出来的，但五祖的教诲，本座一直铭记于心。想来如此写上去，应当不会出错。而且本座所拥有的这种文化底蕴还有很多呢。人为万物之灵，古为天地真经。仙尊的教诲，我同样也是牢记心中啊。仙尊心怀大爱，所说的话，那必然是字字珠玑，绝对不会欺骗。顺为凡，逆则仙，只在心中一念间。顺势堪避计算祸，逆行方得会元功。想必我王家前辈和左老师也定然不会坑我。再来一句，本座的文化传承里还有韩师姐的前辈，那大慈大悲的韩天尊的教诲呢？眉头一皱，退至众人身后。算了。韩天尊终究是凡人修行啊，他的这教诲似乎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韩天尊的这句话，本座就不写了，写了这么多，应该也差不多了。编了这么多内容，王耀觉得应该足够了。他认为能书写如此感悟，想必不会有损他那妖帝之子的人设。最后，他决定用一个更加高深的内容来为这次悟性测试完美收尾。还请到教师组助我一臂之力。有点意思，这小家伙真有些出乎老道的意料，感悟的颇为不错啊。只是这感悟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成分如此复杂。这5之级的修炼意图，似是一种全新体系。论古一言，与修真界独孤之术不同，却又蕴含大道真言。这小家伙，莫不是在悟道秘境中将我的道理与自身底蕴相互印证，从而感悟出了这些新东西？如此看来，这小家伙的妖帝之资，或许并非全靠大成残魂作弊而来，悟性怕是更胜于叶家麒麟子。怪不得老道我看他如此顺眼，想来是老道慧眼如炬，一眼便看出他是个难得的仙道苗子。哈哈哈！哦，还有感悟，这小家伙脑子倒是灵光。以这小家伙炼气期的境界，竟能感悟到这般程度，居然能用文字将这等玄之又玄的内容阐述出来，简直就像是续写了老道的仙道2字。这哪里是什么妖帝之资，这是地中地啊！我做错什么事了吗？师叔为何突然说我是个地中地？时间差不多了，我等谢过长老祖传道之恩。一人之力可镇压万雄，玉虚太上，实在了不起。这一手既是传道，也是展示玉虚仙门的实力啊。方才太上长老的意境授道中，既为我等点明方向，做好部署，也传达了对我等的要求和期望。立足仙道，我玉虚仙门作为此次奖金大会的，在各仙门诸多盟友的支持与配合下，奖金大会得以顺利。小子，刚才的悟道意境，你悟到了什么？不用你说，老祖也知道你小子的德性。平日上课你就不听讲，全让老祖来听，那些经文典籍也都是老祖在背。你这逆徒对仙道狗屁不通，这次估计又悟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是不是又像上次悟菩提子那样，整出些什么奶酪越多、奶酪越少之类的狗屎？还不是你这个老废物不争气，连悟道意境的门都进不去，还天天吹嘘自己是大成老祖。你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好意思说徒弟的不是，真是倚老卖老的夯货。你他娘的这个逆徒！
幸好本座底蕴深厚，每把宝都压在你身上。这次悟到我所悟的内容，已经超过了化神老祖。就你小子还有底蕴，还超过了化神，你到底悟了什么？哼，本座悟了什么？刚子，你且洗耳恭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你悟出来的？怎么会有这种水准？平日说了多少遍了，本座是修道的天才，就这2句就把你吓成这样。你且继续听好：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万物复一而道。我操，妖帝之姿，他娘的真是妖帝之姿！我操！此次奖金大会持续1个月，接下来的1个月，玉虚仙门开放红炉峰、凌霄峰、月华峰等邻近的5座灵峰，在场万修可在凌霄峰上自由论道，想闭关的道友，红炉峰会提供有偿洞府。此外，玉虚仙门还会在月华峰上主持交易大会，供各位道友相互贸易。5日后，玉虚仙门真传弟子的排位比试也会开始，来访之人皆可参观。你们本次悟道测试由太上长老交接给长老团，明日宣布成绩，通过者便可进行真传弟子的常规考核，包括灵根测试和斗法大比，最后将3门成绩相加，总分最高者为本届真传弟子。等等，老玉，你刚刚说的天道是什么？天道是此方世界至高无上、冰冷无情的规则集合体与意志体现，其存在的意义便是清除不属于本世界的义务，以维持世界平衡与纯净。其行动是绝对的、不可抗的。不属于本世界的义务吗？你放心好啊，这种法则之外的义务还轮不到你获得。刚师傅，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倘若有一天天道要消除我怎么办？不是消除你干嘛？就因为你掌握了什么狗屁吸引力法则吗？都说了是假如了，你这个老家伙听不懂的话。你若被天道盯上了，老祖我转头就跑。不是说好转头就跑吗？46号病人，你伤势还没痊愈，不要到处走动，快跟我回去。